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月老要将你的红线牵给谁哦？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的这个人呢，对你而言有很重要的、很特殊的意义。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验证牌哦。好，这个秋天守护者精灵。野玫瑰，好，野玫瑰的精灵 ，Empty Well， 这个空的井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三张牌的能量哦。首先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有一些人啊，可能现在或是过去曾经一段时间哦，你们被误会了。这个误会有点像是你对一个人好，你想要去帮助他或是照顾他，可是那个人不理解你的好意，反而呢跟你往相反的路途走，相反的方向，或是跟你对抗，跟你生气，跟你冷战等等的。那你们会觉得很难过，因为其实你是想要为他好，但是你们又没有办法把这一种情绪跟别人诉说，因为这样子有点像是家丑外扬，或者是说要去讲他不好的一个坏话。我觉得你们某方面好像还是想要去维持那个人，或是说维持某一个表象或是形象，你不大想要把这么细节的事情就是揭露出来，会伤害你跟他的那个形象。那我看到你们可能默默的承受了很多的东西哦，你们心里其实累积了很多的情绪。我觉得你们内心对于感情啊，有一种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不是说你们不想要，而是说你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然后进入到一段关系要怎么样才不会经历心碎，不会受伤。所以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想到感情这件事啊，你们会很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经历，或者是说你们某一方面而言对感情的看法比较悲观。然后这边呢，宇宙有一种好像要你们放手，就是他告诉你说，宇宙其实在你的身边，你不需要默默的独自的去承受，你也不要去把很多的烦恼都压在自己的心头，你不需要紧紧的抓住那一些负面的思想。宇宙告诉你们说，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很需要放手放松，然后让宇宙的这个流啊去经过你，让你去臣服在宇宙现在要给你的、要告诉你的讯息中。你们要放下一些控制，所谓的控制包含了你希望这一段关系怎么走，你希望别人怎么回应你，以及你会希望别人按照你期待的方式去跟你相处等等的。要放下控制，以及自己想要很紧紧的去控制自己，对于自己的控制也要放下，因为你们好像过于想要在生活中掌握一些事情，或者是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把自己逼得很紧，其实代表说你们不信任，你害怕说你停下来，你不那么努力的话，你可能就会掉下去。因为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空的井哦，就是我觉得你们的心里有一部分已经干枯了，你们很需要爱来包围你很需要爱的滋养，但是你们现在啊，就是有一点很害怕进入一段关系中。你可能也有在跟某一个人来往，或者说有些朋友你现在在被困在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关系中，因为某一种功能，因为某一种原因，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可是你心里觉得你感受不到爱了，或者说你觉得你每一天好像只是一个行尸走肉，或者说一个这种功能性的角色跟这个人相处，你没有内心中那一种很
充满悸动的，就像野玫瑰一样，它的花香是令人陶醉的，爱是很美好的，它可以去直达你的心灵，你每一次呼吸都可以去把心打得更开更深，那种粉红色的柔和的花瓣的那种陶醉感，你们应该要沉醉在这种爱情的魔法里，因为谈恋爱或者说谈感情，和一个人有深度的灵魂的交流，它其实也是一个治愈的时刻，它是一个疗愈的时刻。你让爱流过你，其实那个爱是可以抚平你们内心的伤痕的。但是我觉得你们现在有的朋友就是单身嘛，没有这种爱情的滋润，有的朋友是你在一段关系中，可是这段关系你感到受伤，你没有办法体会到爱情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你们会很想要去探索，就算你们有些朋友你真的是被困在一个关系中，但你心里还是会期待说你想要去探索。有些单身的朋友，你们会很想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出现在你的面前，让你觉得你是可以再一次相信爱情的，你是可以被爱包围的，你是可以受到珍惜的。好，那这边呢，宇宙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你看这个精灵啊，其实把自己装点得非常的漂亮。如果你们想要在感情中被好好的对待，首先你要把自己活出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对于过去啊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事物，你们不必用好像我感谢他让我经历了这一刻，我感谢他让我成长。因为其实你们真正要感谢的是那一个跌倒过后痛过之后用努力爬起来的自己，所以你们要感谢的是你们自己，而不是那个曾经伤害过你们的人哦。当你真正爱自己之后，其实我觉得你们内心会获得平静跟勇气，你会有勇气去追寻你心中所想要的那个爱，你们会有办法把这个枯的井填满。因为枯井啊在这边其实是一个警示，就代表说你们是该好好的爱自己，是该好好的去滋养自己以及充实自己了。你们不要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可能你曾经跟某一个人，你们有过这种很繁荣，就是创造出繁荣的一片天地。可是现在事实上就是这一口井啊，你心中的井已经干枯了。你必须要前往下一个地方。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真的必须要跟某一个人进行告别，要跟他说再见了，你要往前走了，或者是你必须要改变跟这个人的互动的一个方式，你们的一个那种游戏规则，或者说你跟这个人相处的模式必须要改变。你不要把自己不断的缩小，因为这个不会让你带来想要的结果。你要追寻的是一段平等互惠的关系，而且你要去放下那一些不属于你的，不应该由你来承担的东西。所以有一些我看到的是有一些人会从这个井中丢东西，可是大家要去辨别说有些东西，有些阴影，有些垃圾不是你造成的，你不要对好像那些投到井中的东西都有反应。因为有些人他只是胡乱的好像跟你倒垃圾，或者说迁怒于你。因为你们其实你看这口井有光，它会吸引很多人来这边，包含好的人跟不好的人。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吸收了太多外在的不属于你的那种压力，或者说情绪的能量之后啊，你自己的内心，你的心会变得很干。你们必须要去寻找一个新的水源哦。你不要，宇宙这边的讯息是你不要浪费能量，好像想要把这个井再次充满。因为我觉得你们现在的能量是很低的，就是你必须要去找新的泉源，让你一次的把这个井填满。你必须要去找水源，你要去找一个可以帮助你的力量。
在你最低潮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关起来，你们要去往前走，往前看。你们要把这一次的这个枯井当作是一份礼物，因为你们将会被引导到一个新的绿洲。用你的心去聆听，用你的直觉去聆听，我觉得你们是可以找到一个重新能够去滋养你的能量的来源。重点就是你们必须要跟过去伤害你的人事物，或者说你花很多精力在上面，但是却没有回报的那个项目，你跟他说再见。好，这个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能量验证的部分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看到你们塔罗牌的部分，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好，首先呢，我们的第一张牌 No place like home， 好，没有地方像家一样。第二张牌走到了这个边缘的地方。第三张牌是这个 community。好，我觉得这个人呢，第一个很明显的讯息就是他会让你有一个回家的感觉，你看到他就觉得你好像找到一个心中的归属感。那这个意义我觉得对这组牌的朋友来讲是很强烈的，因为你们可能好长一段时间你都觉得你是在这个宇宙中漂流，你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让你真正的安心下来或安定下来哦。我觉得你们可能在没有感情的时候，你们就去会忙很多的事情可能冲刺你的事业，然后想办法赚钱，让自己的经济稳定下来，或者是有些朋友你有一些兼差等等的，你把时间填满，然后花很多时间在个人的学习或个人的成长上，然后你们有一点像是让自己很忙的不要去想感情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真的是在感情中失望了，你也就是想说顺其自然吧，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人生经历比较大了，可能年纪有一定的年纪了，你们之前也好像谈过那种青春年少的恋爱，你现在想要的是一个让你觉得可以很安心很安稳，一个可以跟你这种日常生活相处的一个伴侣，就是你们可以一起做饭，然后一起手牵手散步，这种很简单的一起逛大卖场的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哦。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他是会让你很想要回家，就是如果家里有他，你看到他就会觉得很开心，或者是说你们是那个在家中等着他回来的人哦，就是你们会很期待他下班回家，两个人有一个拥抱。我觉得你看到他的时候其实你身心灵身体都是放松的，因为这个身体的反应是最自然的嘛。你看到这个人就会觉得很舒服很舒畅，而且他提供的这个家，我觉得他给人一个很安全很保障的感觉。第一个是我觉得这个人的经济财力是稳固的，所以你们是会有自己的房子，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们会有自己的房子，真的是完完全全在于你们名下的房子。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在这个房子，不论这个房子是谁出比较多钱买的，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很安然自在的做自己，不用说很像寄人篱下的感觉，你会很舒服很安全。你也可以带一些你过去独自生活的东西进到这个家，可能是你的宠物或者说你心爱的东西等等的。我看到你跟这个人之间，你们充满了爱，而且这种爱是互相的，你们的这种关系其实可以带来一个感情中的安全连结，还有舒适感跟熟悉感。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其实你们会创造出一个爱，这个爱是可以回馈给宇宙回馈给世界的。那我觉得你跟对方都会想要投资，或者是说这个投资是指投资在你们的爱情存折跟爱情账户中，让你们的这个爱情的存款越来越多，就是你们都会很守护你们两个共同建立起来的这个家。可能这个就是你寻寻觅觅很久了，一直想要
一直想要找到的一个归属，我觉得这个人会给你有一个归属感。那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讯息，就是跟前面一样，我觉得这一张牌跟前面牌有一样的讯息，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点特别，就是他比较不像是你之前认识的人。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全新的人，就是你们这一组不会是旧人，因为这一张牌的能量他有说你们必须要换一种方式去选择去思考，就是有的时候已知的人，或者是说你现在熟悉的人，可能不是你最佳的选择。那你们有的时候很想要找到一个家，可能就会选身边的人，或是说最熟悉的这个人。可是最熟悉的人不见得是最支持你灵魂，或者说对你灵魂有最佳利益的，也不见得是对你最好的。你们有的时候会按照以前的那种生活模式，或者是以前的选择情感对象的方式来选择，那你得到的就可能会是跟以前一样的模式，它会是一个循环。所以这张牌告诉大家的是，你要做一点让你觉得感觉上不那么熟悉。有的时候不熟悉你会觉得不舒服，可是这个不舒服感只是因为你们不熟悉，但它可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你会吸引到一些不同的人事物来到你们生命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可能跟你之前遇到过的人都不大一样，那重点是你们要做出一个新的选择。这个人可能是跟你生活圈层中不一样的人，你之前可能是没有想过会遇到这样子一个人，可是他来到你生命中，他给你不一样的体验，以及我觉得包含了思想的一个扭转哦。好，第二张牌啊，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边缘哦，在这个边缘啊，代表说大家其实要有勇气踏出信心的第一步。刚刚说过，有些朋友你们对感情真的是比较恐惧，甚至你们会觉得我已经没有时间再浪费了，我不想要感情中有一点点风险，就是我要确保说一切都 OK 安排妥当之后，或是说我都可以预测之后才进入到一段感情。那这张牌告诉大家说，如果你要遇到这个人哦，我觉得他是会需要冒一点点风险的，他是会需要让自己把心中的恐惧去驱散的。你看这个女生啊，在这个好像小小的平台下跳舞，其实这个平台啊，它下面并不是一个很稳固的大地，有没有？但是她跳得非常开心，非常自在，然后手中散发出很多很多的爱心，她非常的自在，在这个不熟悉的地方，她可以很尽情的展现自我。也就是说，我觉得你跟这个人一开始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些比较玩乐的元素跟体验的一个元素，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是在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场合相遇的，可能你们两个是在玩游戏，或是说唱歌，或者是说某一个这种网络的社群，或者是你们有点像是那一种去参加什么样子的课程，然后中间有那个休息闲聊比较放松的那个时间，你跟某一个人交谈认识的。好，你认识到这个人之后啊，我觉得你们两个一开始可能不见得会一个很严肃的心态说我们要进入那种严肃的感情，或者说我们要进入婚姻。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可能一开始以朋友的心态在认识，那因为这样子认识的过程不带目的性，我觉得你们会很放松，你可以很轻松的跟这个人建立关系，然后你们越来越亲密。其实这个人他可以看到的是全部的你，所有的你，以及那一些你曾经想要隐藏以及保护的部分。当你自己越愿意去揭露你自己，越愿意让自己去看到，代表说你跟这个人的连结会更加的深，代表说其实你对这段感情会更有信心。我觉得当你揭露的越多之后啊，其实你会很高兴，因为对方会发现原来这个你真实的部分是他喜欢的，而不是你的这个社交的那个包装出来的样子。他很喜欢真实的你，所以你们必须要去打开自己，去放松自己，去呈现自己。有的时候
你可以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道路，或者是说你可以走入一个未知，在这个未知中，你虽然有一点点害怕，但是你继续走，你可能一开始就是有点不着头绪，或者是说你一开始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或者说怎么规划，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在爱中，这个爱情是自然流动的，你不需要恐惧，因为恐惧会让你引导到你不想要去的地方。我觉得你在这段爱情啊，你可以去给自己一个拥抱，然后相信对方会好好的带你，有点像是如果你过去在感情中只愿意开放自己的70%跟80%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会让你相信，然后你可以打开100%的你自己，看得出来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自在喜乐，你可能很想要唱歌跳舞，在这个人的怀抱中，我觉得你们会很开心，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可能会说一些话，然后是在别人面前不会说的，或者说会做一些这种蠢事啦，或者说你们去撒娇，有一些小任性，然后有一些小脾气，我觉得对方都会觉得是蛮可爱的，因为这个就是你们的家，你要展现的就是你真实的自我的一个样子。然后我看到的是，你们两个会建立一个归属感之外，你们会组成一个有点像是社群。看这个是长颈鹿，大的长颈鹿跟小的长颈鹿，然后还有很多的鸟哦。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连接在一起的意义啊，在于创造出更大的一个社群，可能是你的家人跟他的家人其实是可以处得很好的，或者是说也许你遇到他之前你是有养宠物的，然后这个人会对你的宠物也很好，或是说有些朋友你们是有小孩的，这个人也会很珍惜很疼惜你的一个小孩。好，或者是说对方那边是有孩子的，然后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就是跟这个孩子组成一个类似重组家庭，但是是很快乐的重组家庭。那有些朋友你们的状况就是比较单纯，你们两个会建立自己的家，以及有自己的后代。那我看到的是这边除了家庭的能量之外啊，还有一个友谊的能量，就是这个人他不单单只是你的情侣，他也是你的知己。那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啊，他有一个情人兼具家人跟知己的角色，你可以感受到在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中，你是很重要的，他是很需要你的，是缺一不可的。你可以在这样子的连结中找到属于你的位置，而且你会很自然而然的想要对这个连结做出贡献。你们有的时候互动啊，是一个人去领导，一个人去跟随，那有的时候会反过来，就在不同的事情上，有的时候是你主动去承担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是他去承担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人的赚钱能力很强，也许他就是努力的去拼事业，去赚很多钱。那如果你是比较擅长家务的，也许你就会帮他打理后方，或者是说反过来，你们是一只想要去追寻你的梦想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会帮你处理一些你不擅长的那种生活琐事或者是细节等等的。好，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因为你们本身志同道合，你们两个会获得很大的一个丰盛哦。两个人在这段关系想的都是我能够去贡献什么，让这段关系更好，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所求，说我可以从这段关系中得到什么样子的利益，我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钱，我的生活品质可不可以提升，我可不可以得到爱。我觉得你们两个在这段关系自然而然的就是会想要去贡献你自己，或者是说贡献于这一段关系。这一段关系绝对是一个忠诚的关系，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你在这段关系中不需要去改变自己，也不需要去好像灭掉你自己的光。因为有些人如果在一段关系中伴侣不够自信的话，可能会想要去压制你，或者是说如果他是一个比较自恋型人格的话，他可能不允许你展现太多亮丽的特质，他可能会想要去控制你或是贬低你。但是这一段关系它是一个很健康的连接，我觉得它会鼓励你去展现你真实的自己，而且我觉得你们会站得很高很舒服，做你自己，呈现出真实的样子，而且可以
自由自在的去表达，而且对方也希望你这么做，他希望你是有自信的，而不是在这段关系中是比较小的，或是比较委曲求全的一个角色。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其他神谕卡的部分。好，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蜜蜂之灵哦，这张牌非常的美丽。蜜蜂啊，在不同的花朵中飞舞着，然后沉醉在花朵的甜美香气中。它从一朵花飞到另外一朵花，嗡嗡嗡的声音哦。然后这张牌看到的是，有一个精灵啊，它坐在这个蜜蜂上，手里拿着一个戒指哦。好，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啊，你们两个一定会结婚的，因为这边有一个戒指的能量，你们两个一定会变成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天造地设的一对。这张牌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祝福的能量，代表说丰盛跟甜美的能量即将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而且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我觉得组成的这个家庭是非常有生产力的，你们的这个家庭是可以很旺的，而且不光只是去旺你们这一代，还有你们的下一代以及下下代，我觉得都是会很丰盛的。而且你们两个之间啊，不止只有钱，对，是有钱的，可是不止只有钱，这边还有一个戒指，你们两个当中是有很多很甜蜜的一个能量在里面哦，就像这个蜂蜜啊。它是非常甜的，然后它也是非常滋润、非常有营养的，所以这张牌同时带来了一个爱情的滋养以及财富的讯息。这个蜜蜂啊，这个蜂蜜的这个颜色啊是金黄色的，所以代表说你们通过勤劳、勤奋的努力跟工作是可以得到黄金的，是可以得到金钱，是可以得到金币的。宇宙的甜蜜跟丰盛正在流入到你们的生命中，你们两个的结合啊，是可以得到巨大的财富的回报。而且我看到的是，这个人也是一个接地气的人，他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你跟他结盟之后啊，不管你本来是懒散的还是勤劳的，我觉得你都会被他的那个对生命的热情跟热忱影响。然后我觉得你跟这个人会有一个属于你们的那种婚礼的仪式，这个仪式是你梦寐以求的，不管它是一个盛大的还是简单的，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有仪式感的婚礼，然后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难忘，以及那个求婚的过程也是哦，你会在心里觉得非常的这种感动吧，甚至会哭的感觉。好，接下来呢，再看到下一张牌哦，这个是猫头鹰的灵魂智慧哦。这个人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哦，而且我觉得他好像有非常强的一个直觉的能力哦。某一方面而言，他是不是能够接收到一些来自宇宙特殊的讯息呢？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有老灵魂的人，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智慧。他来到这一世啊，来到这一世有点像是来到你生命中，我觉得他是要来启发你的，他是要来翻转你的一些思想，特别是有一些朋友，你们过去如果活得比较压抑，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很不自由、很不自在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将会翻转，你会感受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变化。好，这个精灵啊，好，这个女生啊，她有点像是在沉思，然后她的背后啊长出了蝴蝶的翅膀，代表说其实你们可以跟随着这个人猫头鹰的智慧的能量一起飞哦，它可以去在你的上空保护你跟关照你照顾你的感觉。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啊，我觉得你的视野跟想法都会不同，他可能是跟你不同圈层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会觉得你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很多人都是有敏锐的一个洞察力，他可能会告诉你一些待人处事的方法，或者是说一些人情世故应该要怎么做。你可能过去看待事情的某一个角度会让你打死结，现在这个人会提供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观点。那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一个愿意去寻求真相以及分享他所看见真相的人。猫头鹰在黑暗中，它其实会有
很清晰的一个视力哦，在最不明朗的状况下，他其实可以去洞察、去明了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人。然后有一些智慧，我觉得真的是上天直接给他的。那他会我觉得他是一个不仅去启发你，他也有点像去启发别人的角色。他很可能有点像是，是一个老师，或者是说他可能是一个律师，然后他也有可能是一个顾问，就是他可以去教导别人、启发别人、帮助别人。我觉得他是一个某方面的一个专业的一个人士哦。那他有猫头鹰身上也有一些这种治愈、疗愈的能量，所以他也有可能是一个跟医疗相关的，就是跟法律相关、跟医疗相关的这种能量在里面都有。或者是说，这个人在工作上、在职场上，他是属于那种主管阶级的，他能够去启发别人，能够去教导别人，能够去鼓舞人心，然后能够带领大家去解决问题，然后去寻求真相。好，然后猫头鹰在天空中展翅高飞，所以也有可能这个人是他的职业是跟航空航运相关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的讯息哦。首先第一张是权杖2，第二张是宝剑2，圣杯1，权杖6，我们这边有火象的能量哦，命运之轮。好，权杖2，牡羊座的能量哦。好，火星在牡羊。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你遇到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注重感觉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他不会管说现实的环境条件是怎么样，以及有什么样子的阻碍。有些朋友你们有远距的能量，可是这个远距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问题。这个远距有可能是说你们在一起之后，有一方可能要远行，或者是说要去其他的地方工作，那我会觉得他可能会跟着你一起去，或者是说他会带着你一起去。那另外有一些朋友会觉得你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是透过网络的，是透过就是交换讯息来了解彼此的，这边也有这样子的能量。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对你有非常非常多的热情哦。如果你们是远距的话，他可能会远渡重洋来找你。然后这边还有这个车子，所以也有可能这个人他会坐很远的车，开很远的车，或者是说他坐很远的车来找你。那我觉得他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这个行动力背后就是有一个很强的心灵驱力在推动他，因为火星在牡羊座的影响，他其实会对他当下的行动充满信心。他觉得说只要感觉来了，感觉对了，他会觉得你就是他认定的人，他会不顾一切的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我觉得他的择偶观，他的想法就是很单纯，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他就会爱得很深，爱得很投入。那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在你们两个结合的过程中，或者说未来有一些可以预见的挑战，即使这个路不是很顺遂的话，他也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并不会退缩，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强大的一个热忱，他愿意去为了这段感情全力以赴。那另外这边也有一个能量，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行动，对于他的这种选择的人，他选择你之后，他其实不会有困惑，不会有迷惘。我觉得他的眼神就是很坚定，有一种智慧的能量，结合了刚刚这一张猫头鹰的灵魂。他其实不大会去管说旁边的人跟他说什么，因为他选择了就是选择了。然后下一张牌我们是宝剑2，我觉得有可能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们会有两个人可以供你做选择，然后你会不知道说究竟要选谁好，或者是说你在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你是待在一段关系中，或者是说
你心里有一个放不下的人的能量，这个能量正在影响你会想要跟这个人重修旧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拉扯你的力量。就是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候，要么就是你们不是单身，要么就是你可能有在跟其他人也在认识，或者是说你的心中有一个放不下的人。这张牌月亮在天平，意味着说你们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有可能你会跟这个人有一段时间是暧昧的，就是你可能跟这个人保持联系的同时，你也在跟另外一个人保持联系，或者是在想说有没有办法就是跟前男友或前女友复合之类的，就是你可能也许不是复合啊，就是可能你偶尔还是会想到一个前人的能量，或者是说你们在一段关系中不知道说应该要怎么办，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你们会跟这个新人保持暧昧的能量一段时间，但是你也知道你不能长时间这样子，你迟早都需要做出决定，你对你来说的决定是比较困难的，可是你们最后我觉得很多人你们还是会做一个断舍离，你们会去选择这个新人。然后这张牌是天秤座的能量，然后天秤座它是一个比较就是希望处理关系的时候是比较和谐跟平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觉得你们会用一个就是冷静跟低调的方式来处理你跟目前这个人的关系，或者说你跟某一个旧人的关系，就是你们比较不会用很冲突的方式或者是很大的争执来处理。我会觉得说你们可能会平静低调的跟某一个人断舍离，或者是说呢结束一段关系，然后进入到这个新人，就是跟他开启一段新的一个关系。然后我看到的是，我觉得你们的心情上也是很坚定的，你不会想要去妥协，然后你可能会需要一些独处或平静的能量来做出决定。我觉得你们会有一段时间是沉思，有一段时间是比较保护自己，比较安静的，最后我觉得你们会坚定的走向这个新人，对，你们会选择这个新人。那如果是单身的朋友，我觉得一开始你们可能会是比较犹豫跟恐惧，到底要不要进入一段新的关系？我要单身好呢，还是我要有对象好呢？你们有这样心中的拉扯，我觉得最后你想清楚、想明白之后你会转而投身于这个新的人的一个怀抱，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圣杯的王牌很厉害的一张牌代表说新的一个恋爱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一组你们就是新人了，这一组不大会是一个旧人，把旧的东西都丢掉吧，把那些阻碍你、影响你开心的那个人事物的能量都连根拔起，丢到垃圾桶，请你们迈向新的选项、新的感情的一个道路好，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你的爱是非常直白、非常流畅的，他可以去唤醒你很多心中沉睡的一个部分。然后如果你们过去是那种比较压抑的这个能量的话，我觉得它完全就是要翻转，它要你去打开，你可以看到说原来爱一个人或者说被一个人爱着有这么多的方式，有这么多会让你心里感动的一个时刻。我觉得他的那一种给你的爱很像是雨后春笋般的一个绽放，让你有了对生命跟生活有了新的力量，然后会让你的心情有很大的愉悦感，很大的浪漫感我觉得这个人会去接住你的情绪。如果你过去有一些原生家庭，或者说有一些在工作上的一些烦恼跟伤口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可以去接住你的，而且你们两个在一起，我觉得会非常的有创造力，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浪漫的能量。好，也许你跟这个人你们会谈论很多深度的话题，或者你们会有很多新鲜的玩乐的体验，你们会一起去经验这个世界。我觉得他可能会带领你尝试一些你以前没有去尝试的运动，可能是上山下海、潜水，或者说一起去听音乐会一起去参加读书会，然后一起去画画就是我觉得它会让你的生活增添了很多喜悦感，会有那一种
甜蜜的恋爱的悸动。那我觉得你的那个能量的震动的频率会往积极的那个方向走。好，接下来你选择这个新人之后啊，你们的人生呢，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转变。这边还出现了权杖6，木星在狮子。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他不是简简单单的厉害，他并不单单只是给你带来恋情而已哦。我觉得除了恋情之外，他带来的是还有这个权杖6，我觉得他很可能是一个很成功、受人尊敬的对象。这个人会让你感到很自豪、很满足，跟他在一起，你觉得超有面子的。要么就是这个人颜值很高，人家都觉得哇，你遇到这个人，别人是会非常非常羡慕你的。而且他的个性啊，沈北一，他对你非常的温柔，很体贴，特别是在一些小事情、小细节上，我觉得他都会顾虑到你哦。比如说呢，你什么不吃，什么喜欢吃什么会过敏，或者是说，你的生理期是什么时候，或者是如果你的心情不好的话，他会逗你笑等等的。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体贴的人。好。他是一个可以让你觉得很满足、很有面子、很自豪的人。你们两个之间的交流互动，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愉快。而且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啊，你好像也会让自己，你觉得自己更有魅力了，你觉得自己更有力量了，你会愿意去多多跟人家交谈，甚至我觉得你们会去尝试一些之前不敢尝试的事情。这张牌啊，有点像是10拿9稳的意思。这个人，我觉得他是可以带领你一起前进的。他靠的不单单是他有他的人脉、他的资源，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心中的一个理想。好，我觉得这个人有点那种革命者或领导者的角色，就是他可能可以用他激励动人的演说去影响很多人，或者是说呢，他是透过他的行动让他有一些支持者跟追随者，要么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或者是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是用行动来表现出他高尚的人格，很多人愿意去跟随他跟从他。也有可能这个人是一个公众人物，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自媒体知名的人士，或是这种网红等等的，很多人镁光灯打在他身上，很多人喜欢他，他有他的粉丝。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好像被很多人看见，或很多人支持他，很多人给他掌声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在不同领域上的这种成功。然后我觉得他本身的特质是他想要跟你一起去达到你们心中的某一个胜利，你们两个互相扶持，而且好像会彼此为彼此感到开心。好，这个对象啊，我觉得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对象，因为他的外在条件真的还不错，然后对你又是非常的温柔细腻，他是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发生影响力的人。那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也是一个蛮固执的人。这个固执啊，在感情上就是他选定了对象之后，基本上就是下好离手，不大会后悔。那同样的，我觉得他在跟你相处上，有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固执，是说他觉得他对你好的事情，他就会想要用他觉得对的方式去对你好。那也要让你们去怎么说呢？你们就是要多去体谅对方一下。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比较不会去放任，或者说，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比如说，你们如果一直就是吃不健康的东西啊，或者是做一些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会去阻止你，他会希望你过得好，过得开心。然后也会希望你的生活形态是健康的。那如果说你跟你的家庭互动有一些困难的话，我觉得他也会想办法做一个润滑剂或是调节吧。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他某一方面的固执，他就是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守候他身边的人。好，那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这个结合啊，也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一个世俗上的好消息，就是形于外的一个胜利啦。这种外在的
对于其他人来说啊，你跟这个人的结合绝对是一件可以去被炫耀的事情，大家都会觉得哇，你真的是很厉害，找到这个对象，或者说跟别人，你跟他在一起，别人就会很羡慕你有一个这么棒的对象，好多人都给你投以赞美的眼光，或者说钦佩的眼光，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蛮厉害的人。最后我们这张牌啊，命运之轮，命运之轮这张牌呢，它结合了4元素的固定星座，火元素的狮子，土元素的金牛，风元素的水瓶，以及天蝎座的能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哦，他其实是一个各方面都还蛮平衡跟平均的人，就是他不是那种我只冲事业心很强，然后不照顾家里，然后不顾另外一半的人。他也不是那一种就是一直花很多时间在谈恋爱，然后就不去搞钱，不去认真在自己的职业上。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各方面都蛮平衡的人，就是你跟他相处起来，我觉得他不会有很多个性上的棱棱角角，就是那种很难以去磨合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人大致上是蛮 OK 的，甚至我觉得他跟很多人其实都可以处得很好。那可能是有认识蛮多的人，或者是说呢他是在他的那个领域是做出一个成绩，这个成绩是被众人所倾羡，被众人所看到的。他是一个条件蛮优秀的人。那我觉得你们今天跟他对应上的话，你们今天呢，其实真的，我觉得你们的条件跟颜值也不差，也不错，就是在他心中你们是非常优秀的。然后命运之轮啊，就给我一个命中注定的感觉。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有非常强的这种灵魂上的连接，以及很强的一个吸引力哦。你可能遇到他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你的菜，就是你会对他很心动。然后接下来呢，一开始是外貌嘛。两个人互看对眼之后啊，我觉得你跟他相处之后会发现，他其实也很有魅力耶。而且这个魅力并不只是你认识他的那个当下，他跟你的相处，而是我觉得你知道这个人过去啊，一路以来他的成长经验，他的工作经验，成就了他现在这个样子。你听他说他过去的经历之后，你会觉得津津有味，你会觉得哇，原来你经历了那么多，以至于你现在可以变得这么的有智慧，这么的有判断力，以及这么多的成就。我觉得你们会很欣赏这个人，也很喜欢他的个性。你们就是越认识他，越发现他不同的面向，越喜欢他。这个人他是有他兴趣爱好的人，然后他也蛮投入在某一个他的兴趣爱好的时候的那个，所以我觉得他会花蛮多的时间去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会有一个比较开心啦，就像小孩子一样笑得很开心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生活上就是他的生命啊，基本上就是散发的很多的热情，很多的光跟很多的爱，他会给你很多的爱。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很爽朗，很真诚，很自在，他没有很多束缚的东西。基本上我觉得他活得很潇洒，很洒脱。如果他觉得这里不适合他，他就会走，他也不大会被困在什么有毒的关系中。我觉得他很多时候是活在当下，去追寻他所想要追寻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欣赏他这样子的能量，他可能是别人的眼神中的男神女神，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这个生活态度啊，我觉得其实会影响很多人。然后我觉得他也不是那么循规蹈矩的人，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反传统，或者说就是他比较做自己，可是他虽然做自己，又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形式，因为他不是那种白目的做自己，因为他是一个有实力的人，他的这种方式啊，反而会有点像是先驱者吧，就是第一个说真话的人，或第一个起头的人，他会让很多人想要去追随他。那我觉得你遇到他之后，你们两个都想要定下来，你们两个都想要安稳。
你们两个可以一起玩，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很接地气的生活，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这个能量有点像是一个调和，一个互补，可以互补的很好。那你也不用担心说他是一个很不靠谱，或是说因为太潇洒，因为太自由抓不住，或者是说因为他的条件太好，你觉得他很难跟你专一。我觉得这个人会有一点颠覆你过去的想象。好，你可能觉得这样子的条件的人可能都有很多的机会，很容易外遇，很容易出轨，可是他不是，他就是要让你们反过来想嘛。刚刚有几张牌都是这个能量，要让你们换一个不同的思考模式去想。这个人他的条件确实很好，可是他同时也很忠诚，他并不是那一种很爱玩的人。然后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我想要每天都回家看到他，或者说我想要赶快跟他组织成一个家庭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卡哦。我们要相信、信任、热情。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去信任他，信任宇宙，因为我觉得他很可能是一个要来点亮你生命的人，他会给你很多的热情。我觉得你们会很自在，就很像坐在这个荡秋千一样哦。你们可以把这个秋千荡得很高，很无拘无束。你们两个，我觉得你们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就是截长补短吧，你不足的地方，然后他可以来帮助你，然后他搞不懂的地方，你就去协助他。可能他方向感不好，然后你帮他，就是看看这个导航啊，那可能他在某一方面比较迷糊，然后你可以去弥补他，或者是说啊，你是这个辣东辣西的人，然后他会去帮你安排妥当等等的，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互补的很好。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既热情又温柔的人，他不大会去大声的说话，或者说大声的争执哦。他跟你相处起来，我觉得是有非常多细致的成分在里面哦。你们不大会去过度的内耗，或是说有很多很多不舒服，很多很多忍耐的地方。这段感情不会让你谈得很辛苦，相反的，我觉得它会让你觉得很满足，让你觉得说你得到你梦寐以求的关系，你得到你所想要的一切。同时啊，我觉得它也有一双可以去看见这个世界美好的眼睛，它会让你去反思说，其实你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是值得感恩，很多很多的幸福是需要去珍惜的。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去信任这个人，他将会给你的人生带来一个新的体验跟新的思维方式。好，再来看一下满月的能量 Approve Heal 治愈的能量。好，可能你在跟他结合的时候啊，我觉得会有很多的人羡慕你嘛。那同时啊，在这当中也有一些小人，就是一些啦，然后他可能是因为羡慕你、嫉妒你，然后想要去说一些话。但是大家要知道，你这段关系其实是宇宙安排的、宇宙准许的，以及宇宙会为你在后面鼓掌的。你们不要担心那一些小人的能量会影响到你哦。我觉得你们自己会非常的明白，然后非常的心中有一个定见，知道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们走下去，前途是光明的，你们可以生活得更加健康，以及更加积极。它会让你活得很开心，活得很舒爽，活得很快乐。我觉得他会用他身上的正向的能量去影响你，去改变你。所以即使旁边有一些杂音哦，有一些乌云哦，有一些人好像想要去因为羡慕你而想要去阻挠，我觉得这些东西啊，你们都不要害怕，因为那些只是宇宙中的小星辰、小碎片而已，它不会影响你们的结合。你们的结合背后是有宇宙的力量在支持、在保护的。
你们不要觉得你们是被困住的，你们是干枯的，这个人将会完完全全的滋养你，去丰盛你，让你活得非常的饱满。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啊，真的就是内心有很多的安全感，很多的疗愈感，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他是来到你人生中给你上一课的，让你知道原来生命可以去有什么样子的经验？原来生命可以活得这么的自在，这么的洒脱。原来爱一个人可以爱得那么深，而不是只有痛苦的一个爱。好，我觉得他会给你那种很诚挚、很热切的一个表白。有很多朋友，你遇到他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可能在经历某一段转变的时期，人生中比较痛苦的一个阶段哦，或者是一个灵魂暗夜、一个低潮、一个这种枯井的时期哦。我觉得他来就是给你满满的水跟满满的爱，他给你像一个很温暖、这种柔和的月光的能量，他支持你走下去。你们不要害怕，也不要退缩，就是温暖的走向这个人的怀抱。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就是生命经历了一个比较巨大的变动，就是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人他会陪伴你，陪伴在你身边，去治愈你，去治疗你，而且这是一个比较生活细节方面的。因为有些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可能身体上比较容易生病，他真的会去带你去看医生，或者说陪你拿药等等的，然后会去关心你的身体。然后有的朋友则是情绪上的、心理上的有一些低潮的部分，我觉得他也会用他的爱去温暖你，他不会觉得说你这样子负向的想法是很奇怪，或是说想要去跟你隔离等等的，他不会在你痛苦的时候离开你。我觉得他能够去明了这个世界上的那种情绪的流动，以及他不会把很多事情看得很奇怪，就是非我族类就是奇怪的，或是这种二分法。我觉得他心中有很大的包容以及多元性的思考。基本上不管你觉得你自己的情况有多么的特殊，或者说你过去经历了什么，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对，那我会觉得这个人的能量真的很好，然后很优秀，甚至他有些人可能是有一些知名度的人，但是他很特别的是，他又愿意这么的去爱一个人，为爱去奉献他自己的能量。那他甚至不觉得这个奉献是一个牺牲，而是我觉得他给这一段爱，在给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快乐，他是很愿意去奉献的人。然后比较要注意的是，我觉得刚刚说过这个人他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嘛，那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们也要去打开心房，接受这样子自由自在的一个生活跟洒脱的生活，而不是作茧自缚，把自己的精神困在某一个地方一直的内耗。你们要信任他，然后有点像是放手，跟他一起飞翔吧，跟他一起去采蜜吧，跟他一起去戴上这个漂亮的戒指。我觉得你们结合之后会有很多轻盈的一个能量哦，他可能有很多的想法，对于事业，对于人生啊，你们就可以跟他一起起飞，一起分享。好，他的能力很强，但是他不会有一种因为我是男强人或是女强人，你就要去绝对听我的，然后这一种比较强势的能量。相反的，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温柔，然后又给人感觉非常的舒服。好，最后啊，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哦。第一组朋友，宇宙的建议，我们的20号牌哦，还有我们的36号牌。好，这两张牌，第一张牌呢，就是在你们的这个屋子中挂上一幅画，这个画上面写着说，我是这个丰足的，我是有价值的。好，不要以低姿态的去活着，不再以这种很卑微的姿态去活着。你们相信你自己是值得的，而且你也珍惜你自己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你的身体不要再去抱怨，或是不要觉得不满。
你要爱你自己现在的一切，你一切的这个存在是最舒适跟最美好的一个样子。那你的灵魂在这个来到这个世上，来到这一世啊，其实你们都有独一无二的特质跟天赋，你们可能因应不同的人生剧本，会发挥出不一样的一个特质。这种特质啊，它其实没有好的跟坏的。有些人你们比较怕生，比较不善言辞，可是你可能会有很细心、很细致的一面，或者是你非常的有艺术天赋，或是你很会煮菜。有些人你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说得出嘴的才能，但也许你的笑容、你的温暖或你的言语可以去治愈别人，帮助别人。那有些朋友，也许你觉得你自己学习力不强，可是你也凭着这种脚踏实地，就是苦干实干的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报，或者是说呢，你的存在其实可以去治愈很多人，用歌声、用文字，或者说用其他的方式。你们绝对是有价值的，你们绝对是被宇宙所爱的。你们不要用一个贬低自己，或者说觉得自己很一般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也不要因为不相信自己能够找到更好的人、更适合的人而困在一段关系中，或者说屈就，觉得说好就跟这个人凑合着过。我觉得其实你们完全不需要，你们身上有非常多正向的特质，你们是被宇宙所爱的，你要去肯定自己，而且你们真的不要客气的去展现你们本身的这个才华。第二张牌啊，这个金色的这个在这个杯子它碎裂之后呢，用这个金色的这个漆啊去填补它。你们其实不需要其他的人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其实不需要来自于其他人的建议，因为你们心中其实就有能量去修复自己、修补自己。你们要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有的时候别人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是说给你一些帮助，可能是出自于善意，也可能出自于他的一个私心。那无论是哪一种呢，你去越接收到别人的这一种就是长期的帮助啊，你们可能会变得太过于依赖某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啊，宇宙要告诉你说，其实你有力量去决定一些事情跟完成一些事情，而且你可以用你本身内在的这个金子去修复手里的这个杯子。所以你们不要相信说曾经碎裂的心你是没有办法去把它拼凑回来的。你不用相信，你不用觉得说我一定要某一个特定的人才有办法重新获得力量。相反的，其实你们自己内在就有那个力量，可以让你走出去，走到一个对的地方。你们确实是可以寻求外在的支持跟资源，没错，可是你们不用过度的去依赖某一个人。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是你去接收到来自宇宙的爱，可能是来自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团体，每个人给你一些小小的爱、小小的温暖、小小的支持，以及你自己整合之后，你有你的力量重新走出去，而不是长期以来就是要依靠某一个特定的形式或特定的声音，然后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活了。事实上你们内心充满了闪闪发光的金子，所以大家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在关系里你们可以做一个拥有自尊然后充满自我价值的人，你们同时也会遇到一个好像权杖六一样，这个受人尊敬、受人欣赏或是受人喜欢，很多人都会为他鼓掌，很多人都会羡慕你们的一段关系。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来期待一下第一组牌，你们的这个能量非常的棒，好好的期待一下。好，那以上啊就是今天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解牌啦。如果你觉得今天的牌面能量有对应到你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一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下一段重要恋情哦。月老把你的红线牵给谁哦？你们的这个正缘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哦。好，
我们的第一张牌是 Butterfly 蝴蝶之灵，第二张牌是金鱼之灵，第三张牌是 Squirrel Spirit， 这个松鼠的灵魂。好，首先呢，第二组的朋友哦，其实你们过去啊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我觉得在感情上啊，你可能有那种错过的经验。这个错过啊，一开始是真的跟某一个人错过了，那到后来你们可能对于爱情因为比较保守，或者说因为不敢去爱而跟一些对你有意思或对你有善意的人错过了，你回过头来去想才发现，其实过去曾经有一些的机会，只是你当时没有把握住。但是我觉得你们已经从某一种被困住的情境中走出来了，你们相信过好现在的生活就是与过去和解最好的一个方法。然后我看到你们目前在当前，你们已经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转变跟转化，也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你们的状况有点像是慢慢的变得成熟，慢慢的变得有魅力，就像蝴蝶一样，你们可以开始去滋养你自己，也可以开始去滋养周遭的人，甚至我觉得你们的出现啊，常常给周遭的这个能量场带来很轻盈、很美丽的一个讯息我看到的是转变过后的你们变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有力量。你过去曾经经历过一个不舒服的阶段，可能是这种浴火重生的阶段。接下来呢，就是此刻的现在，我觉得你们已经以一个新的形态出现了。你们不大会去好像非常就是像以前一样去苛责自己，或者说去逼自己，而是我觉得你们选择去看待生命中比较有趣，或者是说充满欢乐的一面。我觉得你们会开始把焦点从挑战啊、困难啊，或者是说一些困境，转移到你想要去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多美丽。我觉得你们想要活出另外一种活法，另外一种方式去生活，而且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你的灵魂呢，其实想要通过你这一世来这个世界上的体验，去看见很多的奇迹，去创造很多的奇迹。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已经完成了你们人生生命阶段一个很重要的转变转折。现在呢，你们已经到达了某一个成熟的阶段，就像是那个花朵已经开到成熟，散发出芬芳的那个味道。过去你们经历了人生中比较大的跳跃跟转折，现在你们就像成熟的果实一样，散发着芬芳，吸引了很多的昆虫、很多的小动物想要靠近。那你们会去回应你们灵魂的一个呼召，而且你们会用你们好像可以发现美丽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你们拥有一把潜力无穷的钥匙，而且你们能够去相信你内在的力量。所以我觉得抽到这一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很多时候对于人生的体悟啊，都自己有一个结论跟答案了，而且你们会带着这份体悟继续的往前走。我看到的是你们想要选择的是快乐，选择的是爱，你们不想要沉溺于某一个悲伤的回忆中。你们的这种能量其实会吸引到很多人想要靠近你们。过去有段时间，或者说到现在，也许你们的桃花运是很好的，有很多人对你们释出善意，有很多人想要去探寻你知道你的一个消息。好，接下来我们看到金鱼的灵魂好，我觉得你们在前一个阶段的蛰伏啊，或前一个阶段的沉潜其实是为了准备下一个阶段，让你们能够去繁荣。这个鲤鱼的这个灵魂啊，它其实要吸引的就是很丰富的财富。这个财富包含了内在的、无形的跟有形的，内在跟外在的。好，这个鲤鱼啊，它可能所处的这个池塘不是很大，可是它却能够去体验到它需要的丰盛。
也就是说，你们能够在你现在的这个场域中、这个环境中去创造你的灵魂、你的意识所需要的。我觉得你们开始明白自己的价值，不会低估你自己的价值，你明白你是谁，也不会去贬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且我看到的是，你们是精致的，你们的这个精致的能量啊，可以去散播给周围的人。很多人会很欣赏你，很多人会觉得看到你就好像看到了希望一样。我觉得你们身上有很多疗愈的能量，而且你知道你来到这一生，你是要体验爱的，你是要体验一个被珍惜的感觉。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啊，我觉得现在对你们来说，你们还是对于感情这件事情，你们是抱有希望的。你们会想说，如果遇到了一个好对象，你想要跟他去谈一场长长久久的恋情，你想要去享受这一段爱情的甜蜜，而且你们寻找的是一种丰盛感，因为你们知道自己是丰盛的，而你们吸引到的人也是丰盛的人。我看到此时此刻的你啊，你不会再感觉到匮乏了，即使你目前有一些内在跟外在资源的不足，你们都相信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状况，这个不是永久的。你们会通过转变去丰富、去调整你的内在的信仰。你们也知道，你们不断的在显化外在的实相。过去你们可能有那种遭受损失的时刻，或者是说你的经济状况一直只能够勉强度日。可是这一张牌哦，这个鲤鱼哦，它告诉你的是，你们原有的自然的状况是丰盛的，你们只要回到你的原厂设定就好。你们能够去看见你在这个物质世界中的繁盛，以及内心世界中，其实你们有非常多的爱，非常多的智慧，非常多的礼物是可以给别人的。那这个也是宇宙要让你们来到这一世所体验的。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渐渐的明白，你们不是被遗弃的，你们是被爱的。接下来这个松鼠的灵魂啊，它告诉我们的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一个力量哦。接下来松鼠之灵它告诉我们的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到现在啊，其实你们已经累积了很多的智慧跟经验。很多朋友在过去一段时间，你可能在你的学业，在你的事业上兢兢业业，很努力的累积了一些资源，也闯出了一些名号，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哦。那我觉得你们其实可以享受你们的果实哦。那些果实是，第一个是你们灵性给你们的，灵性的慷慨，宇宙的慷慨所给你们的。第二个是你努力工作所累积的大量的资源，就像这个松鼠收集的这个橡果一样。所以你们是一组很有潜力的人，不管在各方面都是哦。在一个能量的转换期过后之后啊，就是我觉得你们蜕变完之后啊，现在进入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况，一个开花结果的状况，就是一个果实的阶段。你们可以去享受你们的丰盛，享受你们的创造。而且有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等待、期待一个新生命降临到你们的生活中。那在吸引到一段感情之前呢，我看到的是你们真的已经把自己整理得很好了，你们已经跟过去很多的事情啊和解了。你们现在想要专注的就是你的现在跟你的未来。对于生活的不可预测性，那些东西并不会让你动摇你面对未来的一个自信跟信心哦。我觉得你们真的已经依靠了你自己的智慧跟能力，走了那么的远，走了那么长的一段路，所以你会发现你是有潜力去突破一次一次的挑战，而灵魂啊，宇宙给你的帮助也帮你度过了生命中比较艰难的一个时刻。所以回顾生活啊，我觉得你们虽然跌倒，你还是对生命充满感激，你们还是会想要去看这个世界有什么样隐藏的宝藏。而且你们现在啊，会开始让自己学着放松下来，在忙碌紧凑的生活中，你们放松自己的身体，你们找到一个跟自己和平共处的方法，也许是一段时间的冥想，或者是说一段时间的手作时光。
让自己回归平静，跟自己对话的一段时光。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通过修炼已经找到了内心的平稳跟平静，而且持续的在这条道路上钻研。因为外在的环境还是会变化，你们的内心还是有可能会动荡，以及困惑，以及不安。但是我看到你们就是持续的往前走，持续的解决困难，持续的去突破生命中的一个关卡。好，这个是这一组朋友对应到的能量，你们已经到达了一个比较成熟跟平稳的阶段，而且你们绽放出来的能量是非常美丽跟非常丰盛的。好，如果有对应到你们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红线是牵给谁的。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正缘的能量哦。好，第一张牌哦 ，Queen of Pentacles。第二张牌是皇后牌。Eight of Pentacles， 还有这个战车牌 ，Queen of Swords。好，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的这个恋爱的讯息哦，你的下一段正缘哦，你们很可能会一起孕育出新的生命，因为这个能量很强哦。你看这个怀孕的女人，还有这个金币皇后，她也是就是手上抱着一个宝宝，你们可能一起去孕育一个新的生命，或者是说你们共同创造一个事业，有朋友你们可能是共同抚养宠物，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会有那种共同养育下一代，或者说创造出一个延续的生命力，一个有机体的能量。好，这个人呢，我觉得你们在耐心等待的这个人哦，他是你灵魂中的另外一半，他现在正在快马加鞭的来找你。他在遇见你之前呢，他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准备。那我觉得他的准备不比你少，你们可能在遇见他之前，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很丰盛，然后也去学习，不断的在你的事业上想要去突破，或者是说学习新知等等进修啊。那这个人也是哦，我看见他的生命中，好，他对于自我建设，对于事业，或者是说对于人生的方向，他是非常的努力的。然后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到了你们相遇的阶段，你们是要两个人一起来享受某一些成果跟回馈的。也就是说，上一个阶段你们两个人各自的努力，在相遇的这个时刻，它会发挥出作用。而且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结合是要一起迎接丰盛的。我看到下一段恋爱啊，这个很疼爱你们的正缘啊，它是可以去安抚到你们的内心的。那这个安抚啊，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是会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他会去跟你分析事情的道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人，他能够去帮你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排除一些困难。不管他是男生女生呢，我都有觉得他是愿意为伴侣挡子弹，或是愿意为伴侣出头的感觉，甚至他会去教会你人生中的一些事情哦。这个人可能你们跟他是有一些年龄差的，有些是这个年下恋，然后有些人他是年纪比你大的，不过这个都无妨于他给你人生带来的支持、力量与帮助。那这个人呢，很可能会在未来的3到7个月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3到7个月，他会以一个很快速的形式来到你的生命中。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审判牌，圣杯6，我们的权杖8哦 ，Ace of Cups， 好的，太阳牌。一样哦，我觉得这边一样连接到能量，就是你们很可能会有小宝宝，你们很可能会很快就怀孕，有的人甚至是这种先有后婚哦，就是这个小孩的能量很强哦，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激情似火的感觉，很快速的
就孕育了下一代，或者是说我觉得你们的肉体啊对彼此是没有办法去抵挡的，他就是想要跟你有个家，他就是想要跟你有小孩，来证明说你们的爱的一个结晶，你们爱的一个延续哦。好，那我看到的是，如果这一组朋友啊，你们是女生朋友在听这一组牌的话，那这个怀孕的人是你们嘛？那这个人会在你怀孕的过程中对你非常的细心，非常的体贴，给你很多的温暖跟照顾，而且他会陪伴在你身边。那如果你们是男生朋友在听这一组牌的话，我觉得你们连接到这个对象，他是一个有母性特质的人，他很慈爱，他是一个好妈妈，然后他会去为你孕育出属于你们的新生命，是你们的下一代，你会很期待这件事情的到来哦。那有些朋友看到的是，少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遇到的可能是一个旧人，这个旧人是以前曾经跟你们发展出感情关系或者说暧昧关系的一个对象。那在你们之前相遇的阶段，你们两个可能经历过一个就是互相逃避的过程，追与逃的过程，可能有一个人追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逃，然后接下来能量反转，本来追的那个人啊，开始想要逃了，想要停下来了，那本来逃的那个人却反而想要再去做一些重新连接的动作。好，我觉得你遇到的这个人啊，他心中是有很多的圣杯想要给你的，对，这个人会非常的爱你，他会给你很多情感上的一个能量哦。你们在遇到彼此的时候啊，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就是一眼定终身，就是这个人了。你会感觉到你们之间有一种精神上强烈的一个连结哦。你们两个会有一个很强的熟悉感，你们谈论事情的时候会觉得你们两个对很多事情啊都有共同的想法，你们的三观很相似，就是你们两个的相似度非常非常的高。好，这个人可能过去在你的人生中和你错过了，这个错过也许是因为你遇见对方的时候他必须要去出国深造、出国进修，或者是说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去兼顾这一段情感哦。好，有的人则是过去因为两个人有某一些心结，有某一些误会，这个误会没有办法好好的说清楚，以至于两个人就这么样子的断联了。现在啊，会有一个回归的一个时刻，就是少部分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是前任的一个回归，然后他回归的非常的快，他好像突然了明白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到你的生命中要给你很多很多的水，很多很多的情感。也就是说，你跟这个人重新连接之后啊，你们的能量进展是非常快的。你们可能也许一开始还在暧昧，然后下一个阶段就很快的要以结婚为前提去发展，就是有一点很跳级的去进展这个能量的感觉。那如果是新的人的话，新人来到你的生命中，我觉得它会让你有一个很大的熟悉感，重温旧梦的感觉。因为你们的灵魂啊，可能在前一世或上一世就已经遇见了，因此在今生啊，再次跟他相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灵魂的一个震动。你们两个最后会一起走向灵魂的家园，你们两个会一起携手共度人生。而且我看到的是，这个人要带给你很多很多的爱，以及很多很多光明的部分。你们两个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快，然后它有点像是有一个灵性的能量在背后推动着你们，把你们两个相遇之后，就是没有办法再次的分开，你们会朝共同的方向去前进，朝共同的目标去延展、去延伸你们的爱情。这个人来到你的生命中，就揭示了你在未来的阶段，在人生的阶段中是有人陪伴的，你们不会孤单的。你过去可能一直觉得你自己一路以来好像很努力的收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资源，然后你想要去强大你自己。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啊，其实这个人会有很多东西跟你分享，他就像是上天给你的一个礼物一样，
上天告诉你说，你不必自己去承担这么多，有人会给你爱，给你温暖，跟给你很多很多的包容。好，我觉得它会打开你的心，它会让你的阳光进来。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你每天的生活是比较单调，上班下班，或者是说上学读书等等的，当这个人快马加鞭的用他的这个生命力，就是用他的能量进入到你的生命中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开心的外显的阳光的成分出现哦。好，接下来看到宝剑3哦。好，金币6，塔，这张牌是金币5，教皇牌。好，下一个能量在说什么呢？好，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啊，你们的遇见哦，有一点给我感觉是偶像剧，对，真的是很偶像剧，很甜蜜。但是这当中哦，也隐藏了一些讯息是，我看到的是有一个人会因为这段感情而心痛，或者是说双方都心痛。好，为什么呢？可能你们两个真的是一个旧人，这个旧人在你们过去在断裂的时候，或者是说因为现实环境的阻碍的时候，你们两个其实是很难过于这样子的分离的，甚至是因为这样子的情感消瘦，因为这样子的情感而封闭了自己的心。然后少部分的朋友，必须要说少部分的朋友在这段关系，你们可能是一个三角关系哦，就是有这种很纠结很牵扯的一个能量，造成说双方或其中一方伤得很深。我看到的是他必须要用理智进行一个抉择。好，他如果是三角关系的话，他会去离开旧有的一个关系，很可能旧有的一个关系对他来说是一个义务性的，很可能是一个责任性的，或者是说因为某一种情绪勒索的这种能量让他没有办法去退出。可是那一方，就是那个人给他的压力太大了，他其实想要真心向往的地方其实是朝你走来。好，那有些朋友啊，如果是旧人的这个能量，你们过去曾经发生了一些撕裂、一些误会的话，我看到的是这个人因为你而伤心，这个人因为你而难过，但他其实是爱你的，所以他还是想要往你的这个方向走，他的灵魂还是想要靠近你，他还是想要跟你去经营一段感情。那如果这个人是新人的话，你们当中遇见的时候，也许你在一段就是旧有的能量中做牵扯，或者是这个人啊，他本身对于感情有一点点不信任，你们需要拉对方一把，把他拉出来，而对方啊也需要在心态上做一个转变跟转换，他需要去放下他的心痛，他需要去真真切切的牵起你的手，因为那股力量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抵挡的。他真的很期待遇到你，他真的对你有很强的好感。你们好像有一段时间是就是在互相的暧昧，互相的拉扯，没有人愿意先去说明、说清楚、讲明白。明明两个人就是被宇宙很快速的安排到彼此的生命中，可是好像又缺乏那个临门一脚，谁要去先戳破那个窗的，把这个窗纸戳破，可以看得更清楚呢？好。其实你们可能对于这段感情有一点点胆小，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个人呢是在感情中就是想爱又不敢爱的人，因为他过去可能有一些让他伤痛的感情的经验。我会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可能过去在生命经验中遭遇了这种父母的分离，或者是说生离死别，或者说一个比较长时间却没有结果的恋爱。总之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然后他很多时候是把情绪压抑在内心里的，有的时候他也会去压抑那个他对你喜欢的情感。他明明很爱你，但是却又不敢向前一步。明明说你们都有很多的机会来到你面前，你也觉得说
这个人是很适合的，他也很爱你，但是他好像又在某一个很关键的时刻踌躇不前停滞了。那我看到有一方啊，其实会给另外一方很多的爱、很多的关怀、很多的疗愈。那因为从上面的能量对应起来，我觉得这个疗愈跟治愈对方的能量，有点像是你们，因为你们已经完成了你们该完成的那个蜕变，你们再放出很美丽的一个力量哦。所以我觉得某一方面而言，你给对方很多的勇气、很多的力量，你们让他的心灵得到很多的滋养。他会非常的爱你们，然后这个爱会让他非常的小心翼翼，在他做出决定之前，你们会感觉到他似乎有一些犹疑，但这个犹疑是因为他非常谨慎跟认真的对待这段感情，他不确定你跟他在一起是不是他能够给予你很好、更好、更多，以及让你的生活引导到更正面的一个方向。但是我觉得思考过后啊，他会破除一些他旧有的框架，他很确定的是，他其实要的就是你，他要你要这一段感情，他想要跟你走下去。尽管过去可能在他的生命经验中有一些失落，或者是说你们两个过去在连接的时候有一些不顺畅的地方，有一些丧失的地方，但是他会希望透过接下来的时间把那些失去的东西都填补回来。好，圣杯五有一个想让时间倒流的心情，对于没有办法挽回的事物感到悲伤。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曾经真的是恋人的话，他会很难过，他会很就是觉得过去错过了你那个决定，不管是你决定离开他，还是他决定离开你，他都很想要去重新的弥补过去你们分开的这段时间哦。他想要冷静理智的去想，接下来他还可以怎么做。我看到这一段关系中啊，特别是比较男性、比较阳性的能量，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顾忌。明明你们都已经知道彼此是对的人，或者说明明你已经给他非常多疗愈、非常多的温暖、非常多体恤的能量，或者是说给他一些就是超过你们现在身份、超过你现在连接所给的一些关怀，你们明明就是让他动了心，可是我觉得他却不敢靠近。有可能是当你们觉得累了的时候，这个人突然醒悟，想要去追上，想要去再去连接这一段感情哦。所以我觉得彼此的双方的能量是动得很快的，可是最后呢，你们出现的这个教皇牌，它是一个很神圣的连接的这个能量。当这一个人啊，终于能够去跨越他心中的一个障碍，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障碍比较像是思想跟思维的部分，一些纠结，一些卡点。等到这个人想好了之后啊，我觉得他确实会跟你建立起一个很神圣的连接。其实你们的连接在你们相遇的那个时刻就已经形成了，你们两个的能量就已经互相覆盖了，只是需要一个这种好像口头或者是形式上的一个仪式感的确定哦。那另外啊，这个人的能量哦，其实给我感觉蛮对比的。他有一种就是自己把很多的心事都压抑在内心哦，或者说有很多的苦闷，他其实不会跟别人讲，他其实会自我承受、自我消化。但是表现在外的，我看到他想要给人比较阳光的形象，或者说他想要去鼓励人，他想要去支持别人，他想要去感染别人，以及他会想要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善意的东西。所以他某一方面而言，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大爱、已经有慈悲心的人，他的心是柔软的，因此他在跟你结合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会用一个比较强攻强硬的方式，或者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压迫感，而是他会用他的温柔去融化你。他很喜欢你，而且他也充满了很多灵性的包容的一个智慧哦。过去这个人经历了很多，特别是可能他在原生家庭的生命的经验中有一些比较不是这么美好的记忆，
而这个人呢，一直在他的生命中追寻一个像母亲一样的这种爱的包容哦。其实在他没有得到之前，他就先给予出去了。很可能这个人跟母亲的连结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状况，很可能是他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了，或者是说他跟母亲的关系比较疏离，以至于他之后在建立他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他会非常向往幸福跟圆满，他会把过去他经验的那些不好的东西转化，他想要做一个相反，他想要做一个不一样。他会避免他父母曾经在原生家庭中犯的错误，他想要在他自己建立的家庭中是种植，是给予非常多的爱跟关怀的。好，我觉得他来到你们的生命中之后啊，其实两个人的决心是非常明显的，两个人就是想要靠近。你绝对会在这段感情中获得很多情绪上的满足，而对方也是哦。你们在你们的感情中会达成一个共识，会达成一个互相的理解，而且你们的丰盛不只来自于外在的物质的世界，还来自于你们精神上的那个缔结、那个连结哦。所以你跟这个人啊，就真的是注定要相遇的。你们相遇的时候，其实已经把自己修复修理得很好了。你们朝着一个稳定而踏实的连结去走。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呢，就是你们会一起建立你们的家，你们可能会去讨论一个居住地，以及接下来的生活要怎么样子的过。好，你跟这个人的遇见啊，其实是一个宇宙的安排哦。要说你们是用什么方式遇见的话，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是透过这种一个牵引一个牵线哦，可能你们中间有一个媒介，有一个媒人哦，或者是说呢，你们是透过某一个讯息的平台交换那个平台交换讯息的平台所认识的。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非常的巧合啊，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子的帮忙，然后刚好这个人就是可以去帮助你们的人，然后你们聊一聊就谈出了感情。很多人是在一个很机缘巧合下的状况去遇到这个人，可能是旅行啊，或者是说刚好是朋友的朋友，一次聚会就遇见了。所以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遇见的过程中，我觉得会让你们觉得很惊喜。你们遇到了之后啊，你们的灵魂都在各种程度进行觉醒，而且宇宙也会给你一些讯息，告诉你说，其实这个人就是你对的人，你可以跟他发展出一段很长期的、很神圣的、很相爱的一个情感的连接哦。好，这个人在职业上的能量哦，我会觉得，他是一个专业的一个人士哦。好，这个专业包含了他有某一方面的这种技艺，可能是像是这种手工艺啊，需要长时间的一个投入的一个能量哦，或者是说呢，我觉得他是在工作上有点像是教皇，很多人来请教他，然后他是透过他的这种发言口语，或是说整理等等的，来获得别人的尊敬跟信任。所以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一个资讯。好，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要去请教他、请益他，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哦。那你们在感情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去完整你自己，然后也会不断的去增添你们的一个魅力。如果你们发展的就是你们感情进展的时间长了，应该说你们的感情时间进展的越长越久，你就会看见这个人他会经历过一次完整的蜕变。你可以看见他的内在小孩本来有一些压抑的部分，本来有一些不可言说的部分，在你们这边呢，我觉得他得到了很多疗愈的能量跟爱的能量哦。你们其实是可以去帮助他。那这个帮助的前提是，我觉得你们已经先稳定了你自己了。在你们痛苦的时候，你会先自我消化，你不会去紧抓住对方，要对方当你的解药。当你遇到风雨飘摇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为了他更加的坚定，去稳定你自己内心觉得不足的地方。这个人有的时候是想说又没有办法说，他有一些压抑的部分，你们也会去体谅，不会去逼他，
这个东西让他觉得非常的安稳，他觉得他被同理了，他被看见了，因为过往一直以来都是他在付出这个能量，都是他用他的光明，他用他的这个太阳的这个能量去照射给这个世界。而现在啊，有一个人就是你出现在他的生命中，在他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扛着很多的责任的时候，你就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没有关系，有我在。当他想要把很多事情都担下来的时候，你们并不会好像就在旁边摆烂，或者说在旁边去享受他带来给你们的成果。你们愿意跟他一起并肩作战，你们愿意去承担，而不仅仅只是索取他所给予你们的。因此啊，我觉得这个人让他觉得他并不需要再单打独斗了。很重要的是，你跟他，因为你们是灵魂的那种伴侣，你们是同一个灵魂家园出来的人，所以你跟他会有非常多相似的部分，你们两个的品味或者说气质非常的相像啦。那有一段时间，这个人可能真的会沉溺在这一段感情中，有一段时间会因为这段感情而迷失了，甚至这一张牌，我觉得有一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感觉，他愿意为了你放弃一切，他愿意为了你重启炉灶，我觉得他这个人追爱的决心是非常强烈的。当他想清楚了的时候啊，他的速度就是非常的快的，可能一开始他还是会有一点犹疑，因为他不想要自己太过沉溺于感情，他在事业上有非常想要去追随的那个部分，他可能想要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中，3D 的世界中做到一个还不错的位置，是有这个名誉，是有这个声望的，是对别人来说是一个很需要去仰望的一个位置哦。但是遇到了你之后啊，我觉得他的人生会有一个转向，也许他会先暂时放下他的事业来跟你们做结合，再结合之后，你们迎来了会是更大的丰盛。它是一种有黑马的一个能量，也许他前面跑的不是比别人快，也许他有一点点大器晚成，可是到最后你们绝对会收获的比别人更加的丰盛，而且你们两个连接的非常的好，你们两个有一种很强的一个心电感应跟默契。无论如何呢，到最后你们两个终究会选择彼此，不管中间经过多少动荡，多少分离啊，我觉得到最后这个关系里面，你们两个会更加的贴近彼此，因为你们两个一旦遇见了，其实很难以真正的被拆散。你们两个中间真的是性格有太多相似以及重叠的一个部分了，所以不论经历了什么，你们最终会走在一起。你们的这个爱就是灵魂感非常的深，而且有非常多这种偶像剧跟浪漫的情节，最后会收获最大的一个丰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神谕卡的部分哦。好，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这个人是一个可以让你在人生中体验什么是真爱的人，他可以让你去体验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互相的支持，他真的是给予你很多的爱的一个能量哦。当真爱出现的时候，他绝对需要你身心灵100%的投入，而不是你在忙碌的行程中去塞一段时间来经营你的爱情。这个迎接你的爱的这个人呢，他给予你的爱是非常神圣的，你也必须要去投入很多在这个里面哦。我觉得你们的爱情就像火焰一样，它燃烧的非常的快，一旦点燃了，它就没有办法去熄灭，而且它会让你去看见，在这个火焰中让你去看见你的好的一面跟不好的一面，也就是说你们其实可以去照应彼此的光明跟黑暗，你可以去看见彼此心中最脆弱最不安的地方，但是那个都不妨碍你们去相爱。这个真爱啊，它需要去点燃它，需要你们去全心全意的奉献跟付出哦。这个爱不仅仅是让自己燃烧起来，也有一点说让对方燃烧起来，让这个爱的火焰蔓延。看到的是你们逐渐的迈向幸福，而且你自己的身体啊都会有所变化。我看到的是你们笑容满面，然后这种很就是穿衣风格也许都会做一些改变，可能过去穿的比较素比较暗，或者是说比较单一吧，然后现在遇到他之后，我觉得你们开始穿一些
比较明亮，以及别人看到你就觉得啊，你是不是谈恋爱的感觉。好，有一些人啊，他会企图去扑灭你们爱的火苗，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啊，他会因为你们烧得太炙热了而去嫉妒你，但是宇宙给你的讯息是你要关掉你的耳朵，你不要去倾听那些声音，因为你跟真爱其实就只有一步之遥，你要去相信，不要去听一些好像负能量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爱，或者是说男人都会出轨，女人都是不可信赖的之类的那些谎言。宇宙让你们打碎这样子的观念，去信任这个人，信任这个人跟你们连接之后带来爱的火苗，爱的火焰。他是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他不是假的，他不是虚情假意的，他会给你很多的有价值的一个礼物，而且他会给予你很多的精神上的一个能量。他是你们等待已久的人，这个人也一直在等你，在你寻找他的一个过程中，他也在等着你。而且我觉得你们身上有那种想要让人去疼爱以及珍惜的特质，这个人想要好好的去珍惜你，好好的去爱你，他会爱得很深，爱得很浓，而且这个火就是会一直都烧得很旺。我觉得你们没有那种很无聊很平淡的时期，几乎这个爱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让你觉得它是精神能量的来源，它是一个滋养哦。你们因为有了这份爱啊，在各自的事业或者说在各自的生活中，我觉得会有更强大的一个发挥。好，第二张牌是这个完美的风暴哦。当完美的风暴出现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东西要来临了。这个风暴很可能是情绪上的一个风暴，这段感情真的会爱得很热烈很刺激，那你也要确保说你是在风暴的中心，而不是在风暴的外围，否则你可能会被这个强风吹离的，就是这样，强风把你跟目标吹离的越来越远。所以呢，不管在这个感情中，你们如果经历了宝剑三，如果你们经历了谈，都要保持内在的平静跟稳定。宇宙是你们感情的一个见证者，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四周会有一些杂物会飞起，但是那些东西不是你需要的，那些东西就是让这个风暴去卷走。你要去放下过去的一些坚持，然后要去用这个风暴把你的心好好洗涤一番。所以这场风暴是完美的风暴，你不要担心你会失去什么，那些失去的东西都是你不需要的，你就应该要放手，你不需要去抵抗这个风暴，因为这个风暴过后你会觉得很舒爽很快乐，你不要为之对抗，你要把握当下，甚至你们不要去对抗想要去陷入这段爱情的感觉。有些人可能害怕陷入一段感情自己会失控失序，或者是说你害怕太过依赖一个人哦。那这个风暴啊，告诉你们的是，你要把握当下，你要去抓住这个宇宙给你的机会哦。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和双生火焰和灵魂伴侣相似，很可能很多人和他的灵魂伴侣都在一世又一世的轮回中，他们错过了，可是你们今生既然可以相遇，你绝对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因为你犹豫了之后，很可能你们又再一次的错过，所以你们要去放手，然后去相信，去坠入这段感情，去体验，不管是好的跟不好的，它都是你人生中完整的时刻。而且这个风暴过后啊，你们两个会迎来你们的丰盛跟全盛，你们会迎来你们的一个高潮，所以大家要去好像放下一些内心的担忧来迎接这一段感情哦。好，这个是没有标示的，没有标记的一个小径哦。这个人绝对会给你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体验哦。你们两个连结之后，两个人会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改变哦。这张牌有一点告诉你说，你们这一段关系啊，真的会为双方展开一个很神圣的旅程。你们是假偶天成，你们本来就是注定要去遇见，本来就是注定要互相喜欢，去发展出这样子的一个连结的。可能过去因为现实层面的一些问题啊，你们没有办法跨越，你们两个就觉得
没有办法走在一起哦。但是其实有一些事情可能是你第一次尝试，或者说你第一次跟这样子的人谈恋爱，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要回应你内心的一个召唤嘛，去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小径，否则你没有办法达成目标。就像这个亚瑟王的骑士们，他在寻找圣杯的过程，他选择的也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那个小路，然后他才能够找寻到他想要的一个圣杯。所以你必须要进入到你灵魂中一个最黑暗的一个森林，去寻求你想要寻求的。你不要去走别人已经走过的整修过的那个路，也许它一开始看似很简单，但是它没有办法给你到达，没有办法去引领你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它只能够给你一些短暂的快乐，但是之后迎接的是巨大的痛苦。所以你们要选择的是一个新的路，这个新的小径，没有人走过的小径，你是第一次走的，但是最后绝对会有一个奖赏，绝对会有一个圣杯。这个是宇宙要你们走的路，宇宙要你们不要再去做过去你觉得有效的那个旧有的方法，你们要去在这段感情中，去相信对方，然后去爱一些你可能觉得很难爱的人，或者是说去跟对方持续的做一个连接。你们俩可能身处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有这种距离啊、时间差等等的，但是不要害怕，宇宙会帮助你打破那个阻碍跟打破一个界限。你们两个在彼此的生命中会发展出一个很激情的关系，但是有一个人可能抗拒，不论是你不管是他，宇宙都要提醒你们双方不要抗拒，因为你就算抗拒也没有用，其实你的心已经做出选择，就算你不想承认，我觉得你们的脚也会走向那一个看似比较大胆的一个路，你们走下去是不用担心的，宇宙在背后是会支持你们的。到最后啊，你会看到前方有你想要的那个幸福，以及你想要的一个未来。好，因为你们的频率很相似，因为你们互相喜欢，所以你其实就是他那一条路上的一个终点，那条路上的一个幸运。你也要大胆的去放手，大胆的去放下一些你们两个过去的那个，可能如果是旧人的话，就是彼此过去的一些不好的阴影跟一个记忆，以及对这个人的旧有的一个印象。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新人的话，你可能要去尝试的这段恋情是跟以往的这种相处模式以及爱的方式都不同，它很可能有一些地方跟你当初设想的不一样，可是它是宇宙觉得你最需要的也是最适合的，你跟他遇见了之后，反而会去调整你原先的那个思想、那个信念，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微调，以及你当初去设下的一些清单啊，不一定是你真的这么适合的，所以有些地方你放手去交给宇宙运作，让他安排最适合的人到你的生命中。好，接下来呢是这个捕梦网捕梦网撒网的一个人。好，这张牌的出现啊，代表说其实你们两个在相遇的那一刻，在你们两个能量连接到的那一刻，其实它就会像一个网一样展开，你们的连接不是一条线，它是一个网，所以即使在某一个地方断裂了、破洞了也没有关系，它还是有很多完好的地方，它还是可以去捕到它需要的一个鱼。所以现在啊，其实这个爱情就真的是来得很快很快了。刚刚说过，有些朋友这个人在3到7个月内就会来到你们的生命中，所以呢，你们不用再去祈祷他什么时候要来，他很快就要来了。你所渴望的一切其实就在触手可及的范围内。你可能觉得过去你的祈祷很久都没有获得回应，你甚至已经忘记你曾经跟宇宙许下这个愿望了。现在是你们要去张开双手，以及打开你们的心去迎接宇宙给你的，绝对是超乎你所想象的美好。
所以你们当这个人来的时候，你们要连接好你们的网，你要去补这个完美的一个梦。如果你心里对自己有所怀疑，就是这个怀疑可能是说你觉得你不确定自己配不配这么好的一个对象，或这么爱你的一个对象，或者是说你们不敢勇敢的去爱，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有资格，你就会破坏这个捕梦网的这个完美的一个魔法。你们必须要去相信自己是值得美好的，不要被其他人的陷阱所困住，你必须要在你的意识上挣脱出来。所以大家要留意，你们是用什么话来跟自我对话，你们用的语言，你们用的那个思考模式，它是一个会让你远离真爱，还是会让你去趋近于真爱的呢？大家要去意识到，不要让那些陷阱把你困到没有办法去呼吸。你们必须要为生命做选择，你们必须要去很优雅的选择被爱，你们要很优雅的退出一段不适合的关系跟不适合的能量，以及去找到一个让你可以感受到宁静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人啊，他已经渐渐的前进靠近在你的生命中了，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过去不好的能量那些东西都已经被摧毁了，现在就是你要跟他产生一个很深刻的连接。这个人跟你有非常多气质上类似的一个部分你们两个我觉得可能在外貌上非常的般配，甚至有一些地方啊，有些神情啊是很相像的。其实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宇宙要给你的人了。过去啊，在你的生命中可能常常感受到孤单，以及不容易跟别人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连接，你可能觉得跟周遭都有一个隔着一层墙啦，不知道就是心里的话不知道跟谁诉说，没有人可以理解。好，但是来到你生命中的这个人啊，我觉得他跟你有一些类似的经验，所以你们两个是可以互相倾诉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身为一个教皇，身为一个众人仰慕的人为什么你可以进入到他的生命中，为什么他会愿意为你弃械投降呢？因为你们是这么的特别，你们跟他有过类似的经验，你们有共同的语言，他真的是愿意为你去放下很多所谓世俗的名利啊，那些东西他曾经追求，他已经拥有，或者是说他还在追求过程中，他会愿意跟你的这个结合暂时放下，然后跟你安稳住，然后跟你去建立你们的家园。接下来你们两个会有一次能量上的升级跟跳跃，所以你们两个的结合啊，不单单只是有爱，宇宙还要给你们的是接下来的一个丰盛。但是那个前提是你们两个都要在感情中让自己变成一个很稳定很成熟的一个能量，你们的心要定下来，你们的关系是一个系统，所以你们绝对要稳定住自己的内心，然后你们会提供一些能量治愈对方。好，在彼此最觉得很低潮很难过甚至很风雨缥缈的那个时刻，你们要成为你们彼此生命中互相支撑的那个力量，所以大家一定要坚强起来，大家一定要把自己建设好跟建造好。当这个人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不单单只是依赖他，而是也给对方很多的支持跟帮助。好，他终于可以找到一个愿意去懂他跟明白他的人然后你们两个会一起去找到一个回家的感觉，灵魂的归属感，灵魂的归属。你们两个不会互相的去计较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你们爱的存款是非常的足够的。当一个人在人生中感到害怕跟担忧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会投注的很多关怀跟包容，所以你们两个会分享彼此的阴暗面脆弱面，也会分享彼此的丰盛跟喜悦。这个人他是一个在个性上比较沉稳跟慢热，以及有一点点压抑的人，但是你们是唯一可以去让他打开心房的人。他看似朋友很多，但是真正能够进入到他内心的人真的只有你们。那你们之所以能够去搞定这么一个特别的人，也是因为你们过去曾经经历过茧的一个时刻，现在才能够蜕变成美丽的一个蝴蝶。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
第2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2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就祝福选到第2组的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喽，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月老把你们的红线牵给谁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验证牌哦。第3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 Shadow， 还有 What Journey， 真相 Truth。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在这个人生中啊，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努力，而且我觉得你们算是守本分的人哦，你们会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我觉得你们也不大会去害人，甚至是就是说别人坏话等等的，但是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感觉到你一直以来坚守的这个正道，坚守的这个善良啊，好像没有得到回报，你真心的付出，但是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理想的一个状况，反而让你看到身边有一些人，他们走旁门左道，或者是说他们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以及他们好像没有这么样子的努力，可是就坐享其成，有很多的好运送到他的面前，而你们很辛苦，但是好像觉得虽然有一些收获，但是你觉得那个收获没有到你觉得满足或是理想的状态，然后有一些朋友你真的是觉得内心可能对一些事情有点生气，好像说你平常都是很乖巧的，有一次不小心犯了错就会被抓到，或者说就会被处罚，而其他人呢可能就是一直以来都作恶多端哦，很长一段时间却都没有遭受到什么样子的报应，有些朋友可能会这样想，以至于你们有的时候想要去放弃一些你的坚持，你的善良，这个放弃有点就是如果要这么做，就有一点点小小的黑化，但是你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内心有点不是很舒服，只是你觉得好像你要适应到现实的这个混沌的世界中，你必须要去改变，因为如果你继续好像保持着本性，保持着这种善良，你会觉得说你会活得很辛苦，然后好像会有一种吃亏的感觉。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心中啊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那有一些朋友啊，感觉上你们好像当前的状况是一个在感情上其实有一些纠纷，或者是说呢当前的状况是一个让你比较疲惫或受挫的一个状态哦。那你希望当前这个混沌不明的一个状态可以得到一个解决，朝向你所想要，朝向你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去发展。那我看到的是，其实有些朋友你们已经在动作了，这个动作是你让过去一个不好的情感的关系，或者说一个人的能量，你让他对你的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不管是主动的断开，或者是说被动的离开一个纠缠的关系，一个曾经在感情中让你失望，让你哭，或者是让你吃不好睡不着这样子的一个人，你不想要再跟他有纠结了，因为我觉得你对他已经非常的失望，而且你心里也明白说这个人可能已经有其他的选择了，这个人可能已经跟你的这个状态短时间内是不会明朗化的，所以有一些朋友看见你们在离开一段过往的感情，那在年底之前呢，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方向，也许是有些朋友你跟旧的人断舍离，然后如果你跟他有一些官司，或者是说有一些房子财产投资，或者是事业上的那个问题啊，在年底之前会慢慢的明朗起来。那你们好像在感情中一直在寻找一个真相哦，因为你们在过去的过程中可能经历了爱而不得的痛苦，你们经历了付出的满腔信任，但是最后可能遭遇背叛，或者是说一段感情
一开始是对方主动靠近你，主动招惹你，给你很多甜言蜜语，满满的承诺，你也相信你们会白头偕老，你也真的被他打动了，很用心。可是最后啊，这个人始终没有去实现他的承诺，所以这一组我觉得你们有一点在心情上有一点点郁闷，特别是想到感情这件事情，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你们的那个脚步，你们的动作没有停啦，你们还是在做你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且你们还是心中在期待爱，你在期待爱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不单单只是爱情，还有人生的真相。你们在寻找说，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姿态活在这个世界上，才可以不违背本心，同时也能够可以活得很好很舒服，而不是觉得格格不入。你想要找到一个能够跟环境相融的一个活法或是一个想法哦。好，这是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能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你们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遇到的这个人我们对应到的能量是什么？好，来抽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月老把红线牵到谁的手上呢？谁要来爱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呢？好，力量牌、木太阳牌，宝剑五，还有 Two of Cups。好，来看一下。这个人呢，你们即将吸引到的桃花能量它是一个光明的、舒服、舒畅的能量。那你们在遇见他的时候会觉得这一个人他其实人缘蛮好的，不管是同性异性，我觉得他的人缘不错，而且他的异性缘，异性恋的话就是异性缘其实真的还不错，很多人都会主动的靠近他，主动的对他释出善意。但是这个人我觉得他本身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些事情，就是他因为他的个性本身在外面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暖的，所以很多人就会好像对他产生一个情愫，因为他会去关心别人。但是这个人他本身并不是要以男女之情的那个角度去跟别人连接，去跟别人发展，只是他的天性如此。所以呢，有可能你们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中央空调，就对大家都很好，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玩咖，处处留情，或者是水性杨花等等的。其实他不是，我觉得他在感情上是比较保守、比较单纯的。虽然很多人喜欢他，可是他并不是那么的轻易的踏入一段感情，而且他对于他喜欢的人是蛮小心、蛮谨慎，甚至是有一点点胆小、有一点点被动哦。他都会要想很久才出手，或者是他会要精心把自己打磨一番，因为希望自己呈现在对方面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子。然后我看到的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蛮有毅力的人哦。他在一个比较不舒服的环境，或者是比较艰困的职场状态，他都能够去存活。他会把它当成是他人生历练的一部分，他会觉得这个就是他需要去克服的，他不会偷偷的抱怨，不管是在外在内他都不会。我觉得这个人他本身有一个钢铁般的意志哦。他是一个会愿意去奉献自己，或者说愿意在外去扛起一切，保护他的爱人，保护他的家人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算是一个有肩膀、有担当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其实你不大需要去很多的忧心、很多的烦恼。这个人他是一个会去担起他应当负的责任，不需要你去说，不需要你去动嘴跟动手，这个人他就会很有责任的把很多事情都处理好。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潜力股的一个对象哦。好，那他基本上你们在相遇的时候很可能不管是你这边或是他这边都会有人来阻挠。这个阻挠是因为他这边因为有很多人喜欢他嘛，我觉得你们这边也有可能会有那种旧人然后回归，想要再跟你再续前缘。那个旧人可能是你曾经很喜欢的人，或是你曾经跟他
发展得很深，然后为他哭过的那个人，然后他突然醒悟说啊，我不能失去你，你这么的善良，这么的美好，我当时真的是错待你。他有一个好像人生经历了什么事情，突然明白哦，原来你才是对我最好的，想要回来找你。而对方这边其实也会有一些人，就是想要去把他占为己有。那我看到这边就是有一个打仗过后之后，这个杯盘狼藉嘛，就是一片混乱的一个状态。到最后啊，你们两个会选择彼此，可是在选择彼此的过程中，我觉得啦，可能你会有一些犹豫，要去跟旧人在一起，还是要跟新的人结合，或者是说他的这边也是，可能他会有一些被其他的能量干扰，好像那个人看似是他的正缘，看似是他喜欢的样子，可是深入相处之后，他才发现哦，那个只是一个假象，其实他真正爱的还是你们。他会明白说，那些就是莺莺燕燕，或是那些来他身边的想要去追求他的人，其实不是那么的适合他。当你们越深入的了解彼此之后，我觉得你们会越加坚定的在一起。一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双方啊都有一些些的被动，有一点在观望，有一点在观察，然后你们两个算是蛮小心谨慎的步入这一段感情。尤其是你们这边啊，你们这边可能会拉长对对方的一个观察期，你们可能会稍微希望对方更加的主动一点，用他的主动，用他对你的付出来去做一个考核，来去做一个考验，看他究竟是不是真心的，来看他究竟有多爱你。这个人确实是可以通过你的考验的，这个人确实可以进入到你的心中的。你跟他相处之后啊，你们会越来越难以自拔，你会越来越沉浸在他的这个温暖，他的这个圣杯中。你们两个的亲密关系啊，是那种心灵上的触动，你们的灵魂可以完完全全的糅合在一起，就是你中有我，我你中有你，你们两个结合的非常紧密，而且这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体验。这个人在遇到你之前啊，他很可能是把他的心是封闭起来的，因为他在外在人缘很好，很多人喜欢他，但是他不轻易的打开他的心房，他可能花很多时间在他的工作上。可是遇到你之后啊，我觉得他就不再去隐藏，不再把自己的情感关闭了，他想要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见他对你的心意。他不单单只想跟你做朋友，或是做事业上的伙伴，或是一个网友，或者是说一起组队的对象等等的。他想要的是跟你成为恋人，跟你成为长久关系的伴侣，跟你进入婚姻。所以他呢，对你是非常的谨慎，因为他很在意，一开始可能会小心翼翼，他也会观察你们对他的反应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对他不要太被动，如果太被动的话，这个人可能又会退缩回去。他确实会对你们比较主动，但是他也在观察你，他并不想要自讨没趣，他也并不想要造成你的困扰。如果你们不喜欢他，他一直去接触你、接近你，好像热脸贴冷屁股，这个也不是他的风格，他不想要给你造成困扰或是压力。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就是如果观察好了之后，你就要给他一些暗示，主动对他主动一点，你也不要再压抑自己内心对他喜欢的情感了。你们要去更主动一点去接受他的爱，以及多一点付出，来让他看见，你们对这段感情也是有心发展的。那有一些朋友，因为你们过去真的曾经在被某一个旧人所困扰，我这边比较担心的是，这个旧人回来，你们会不会又想要一头热的栽进去？但是这个旧人的能量，我觉得不是很好，他真的之前就已经让你们伤过心了，他再一次回来找你，他只是因为你的好，你对他的那个好，以及你身上一些美好的形象而喜欢你，而想要再次跟你复合，或者是跟你去延续之前的那段暧昧关系，并不是说他真的有多爱你，所以大家要想清楚。然后这边有一张死神牌，
牌天蝎座的能量哦，所以大家要小心，不要让你们的这一段关系变成三角关系，变成一个太过纠葛的一段关系哦。好，那有些朋友如果说目前啊你在现实的生活中啊，你其实已经有暧昧的对象，然后你们也进展的还不错，或者是说有那种互动的朋友，已经互动到一个比较深入的状况的话呢，我觉得你们很可能在年底之前开花结果，这段感情会有进一步的发展。那如果是单身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可能要到就是明年的一个春天左右，感情的进展会比较明朗化，然后这个新的桃花它会出现在你们的身边。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Temperance 审判了哦，世界牌哦，都是大牌的能量哦。Explorer of Souls 哦，愚者牌。好的，能量非常的厉害耶。你们两个的结合啊，是那一种很到位的，就是全方面的身心灵的一个结合，它可以去满足你的方方面面哦。好，他对于这段感情啊，其实是蛮愿意去奉献，然后他也是一个理性思考过后的一个结果。他对你其实就是一往情深，他很愿意在这段感情中去奉献他的所有，他有什么他就把他最好的给你。这个人在外啊，刚刚说过他人缘很好，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事业也发展的还不错，就是那一种可能人生胜利组吧。但是他在感情中，他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状态，他对于他喜欢的人，他就会把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在这段感情中会以对方为优先，去思考对方的一个意见，然后尽量的去满足对方。他不会觉得说我的条件很好，你就应该要完完全全听我的，你就要去服侍我，你就要去怎么说呢？什么都依我。这个人在感情中，我觉得他反而愿意去退，他反而愿意去跟你取得一个平衡。这个是一个还蛮不容易的一个状态，因为像他条件这么不错的人，很多时候都比较自恋，或者是说有一些公主病或王子病，但是这个人没有哦。这个人的个性，我觉得在感情中他反而是比较胆小的，他觉得他没有那么好，反而是觉得他眼中的你是非常好，是非常完美的。而且他一直在等待一个人到他的生命中，我看见他等了很久。过去他经历了很多不一样的感情，不管是有没有实质进入到一段感情，或是有很多人对他有意思，但是他好像一直都在漂泊着。今天到了你们，遇到了你们啊，他终于觉得他想要去定下来，他想要去跟你走入家庭，他想要去跟你修成正果。所以这个有点像是他觉得宇宙，他觉得命运终于给他一个好像公平，给他一个回馈，让他可以跟别人一样有幸福的家庭，幸福的一个婚姻。其实这个人他要选择的话，他是有很多的选择，只是他的内心就是比较保守，他的情感，他真的很想要等待一个对的人。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个性并不像外在看到的这么的阳光，他其实内在也有一些阴暗面。而今天他遇到你的时候，他觉得你们不仅仅是欣赏他外在很阳光的那一面，就算是比较低潮的那个部分，你们也可以去疗愈他，你们也可以去安抚他。我觉得在感情中，他其实是一个很宠爱你的对象，然后他也非常的我觉得他对你很仰慕，很崇拜。然后你们两个专业可能是不一样的，可能一个理组一个文组，或者是说你们两个是有年龄差，或者是说你们居住的
地点或者说那个文化环境是不同的，我觉得他对于你身上那些跟他相异的特质或这种工作经验、学习背景，他是很尊重并且欣赏，抱持着一个探索的内心哦。这个人他并不会以世俗的眼光说，诶，谁赚的钱比较多，谁就是最有贡献的，或者谁是比较聪明的。相反的，他对于你跟他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些特质、那些个性，他都很喜欢。他都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有一种好像生活圈有一些转变，这个缘分啊会让他很开心，即使中间有一些地方要磨合，他也会觉得那这个磨合是他可以去接受的，他觉得这个磨合是让他的生活有一些变化的，并不是痛苦的。如果说在你们的生命中遇到什么样子的纠纷，或者是说在外头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这个人也会义无反顾的站出来去保护你，他就是你完完全全的啦啦队，他就是完完全全跟你站在同一边的，他会替你说话，你不用担心如果以后遇到什么这种婆媳啊，或者这种越续纠纷的时候，他会指向着他家人，不会哦，他是把你放在他心中的第一位，而且你跟他说过的一些事情啊，他都会放在心上，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啊，我觉得他还是蛮周到、蛮细心的。那是因为他本身的特质就是这样，再加上遇到他喜欢的人，遇到你之后，他又更加的就是放大他那些好的特质在你的就是在对待你的身上。好，再来看一下，我的手上有很多这个宝剑的能量。我看 World of Wands， 好 Child of，这个人对你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占有欲，他好想要把你保护得很好，不要让别人靠近哦。好，而且如果你们就是在外面跟人家太怎么样，就是聊天聊得太开心，忘记他的话，我觉得他会有一点点吃醋，脸会有一点点臭。但是他又不好意思直接跟你说，你可能要去逗逗他，然后逗逗他之后他就会开心了，因为他也希望你们可以把他放在心中的第一位。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偏理性的人，所以你在跟他发展的话，他是一个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人，然后他不见得会一下子冲很快，虽然他心中确实有一把火，可是也有这个宝剑的能量，就是把他压抑住，就是他希望在你的面前给你的印象是好的，慢慢的开展，慢慢的进展，不要一下子冲很快，好像还没有认识你之前他就说爱你啊，然后就要进展到什么样子的一个阶段，他会觉得那样子有一点点不负责嘛，就是两个人都还没有很熟，就好像要给很多的承诺，那会不会到时候发展一下觉得不行，他又退回来呢？这个人比较像是他的动作没有那么快，可是他真的是想清楚之后再行动。行动之后啊，他就是很坚定，这个人就是你，就是他要的，所以他会让你感觉是一个很踏实、很稳定的能量。他在感情中的就是对待感情的方式啊，有这种愚者牌，就是有一个小孩子的天真哦，有一个就是好，你怎么样我都顺着你，我都依着你，然后很天真的去跟你探索这个世界。但是呢，他本身的思路是理性的，是清晰的，所以我觉得他的行事风格啊是非常稳定、明快、可靠的，他不大会去拖泥带水，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会不会有那种前女友、前男友或前任的能量。我觉得他断了就是断了，他没有要去跟人家拉拉扯扯，这个不是他的个性，他是一个蛮理智在处理感情的人。好，另外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懂你的人，你进入到这一段感情之后啊，你们就很像是陷入那种棉花糖，躺在那种软绵绵的这个枕头上，有一种陷入的感觉，你会没有办法去逃出他的爱，因为他的爱是很温柔、很温暖的，有一点可爱的感觉。这个人的身上有给我感觉是跟他的外表有点不符合，
他的外表可能是比较内敛的，然后比较成熟的，但是他的内在其实有非常多小孩子天真的一个元素在感情这一方面，所以我看到你们两个可能会一起去安排很多新的活动，把他带入到你的社交圈，或者是说你跟他一起计划去什么地方玩，你们两个的连接啊是那种有一点逗趣，有一点点温暖，跟彼此在工作上的那个模样、那个态度都完全的不相同。好，他的心态，他的心境保有一个童心，他在面对你的时候会把这个年轻的童心显现出来，因此你跟他在一起绝对是非常开心的。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比较疯的点子，他愿意去跟你实现，或者是说他会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提议哦，然后你们也愿意跟他一起走。他跟你在感情上的进展啊，一开始是属于那种慢慢的，并不是说我们很快就是要朝着结婚的方向前进。但是这个慢慢的开始，这个优雅的进入啊，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更适合当前你们的能量哦，因为可能过去啊，你们有那种很快就是进入到婚姻，或者说很快就是跟一个人在一起，但是最后好像又觉得没有那么适合。因此有一个比较不愉快的一个结束，而他这样子慢慢的去跟你连接，慢慢的对你好，你反而可以多一点时间去观察他。他也不是一个这么有目的性的人，就是有的人就是下定决心说好，这我给我自己一个期限，3个月、半年，如果这段感情没有发展，我就转身去找另外一个对象。这个人不是，他就是想要跟你深入的发展，他有耐心，他愿意花时间在你身上，等到适当的时候出现了，他会跟你主动的表白，或是他会跟你明示说，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这个人对你真的是非常的有心，他就是只花时间在你身上，他也没有去想说如果不成的话，我这段时间就浪费掉了怎么样。其实不会，他就是觉得你很可爱啊，很甜啊，然后那个样子是他喜欢的，有一个很特殊的吸引他的气质，你们对他来说有点像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迷宫啊，就是越认识你一层，好像就越看到你不同的面向，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组合，所以每一次遇到你跟你说话都是一个惊喜，他会在你的心灵啊、谈话啊，或者是说身体去进行很多的探索，然后他也意识到你们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这个人本质上也是一个善良的，他不会在工作中好像推事情，或者是说做一些就是买一些地雷，然后会爆炸嫁给别人的，他其实算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他也愿意因为去坚守他的那个善良跟原则，有的时候他愿意因此而牺牲一些名利，或者是说升官的机会，因为他看的是长久哦，他看的是他的人格跟人品。他今天遇到你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纯真哦，这份单纯真的是在这个炎凉世态中少有，他非常的喜欢你，他非常的珍惜你。你遇到他之后啊，如果你们是有一些故事的，他会去安慰你，你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故事，那些伤痛，他会去心疼你，他知道你们有一些东西可能还走不出来，或者是说还有一些需要去处理的地方，他觉得没有关系，你跟他在一起就是会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契合，你们不用担心会再次受伤了。你在他这边啊，会得到很大的满足跟疗愈感，然后他非常欣赏你的这个本质，真的是本质，不管是你们的外貌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你们的本质的那个善良跟纯洁是他非常欣赏的。你们两个结合之后，他会感到你为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因为有这个爱作为后盾，他更能够去放心的在他事业上去拼搏去打拼，因为他知道你们会给他一个温暖的爱，他知道你们会支持他。其实他真的很愿意，就是如果说他今天有10块钱，他会把10块钱都给你，他是一个奉献型的人，他会希望看到你的微笑，所以他愿意奉献时间、金钱以及他的这种细心、他的体贴、他的情感给你。如果你们因为他的奉献、他的付出而生活过得更好或是开心的话，他就会有很大的成就感跟很大的满足。那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之前就是经历了一段婚姻，或者说比较长久的感情没有结果，可能这一组牌还有那种第二春的感觉，就是你们再一次进入到新的婚姻，这个人因为他的诚实，因为他的诚恳跟善良，其实他能够重新打动你。因为很多朋友到了某一个时间，你可能对感情已经不抱希望了，你觉得那个只是偶像剧，那个只是一个幻想，你们只是来听听塔罗，其实也不大抱希望。但是这个人会让你美梦成真，不管你之前在感情上经历了多少的伤，这个人会让你对生命、对情感的连结重燃希望。它跟你的连接很多时候就是能量的直接的连接，直接的对接跟直接的覆盖。透过这种能量层面的感应，他这个人他其实能够直接的去读懂你的心，能够直接感受到你现在的一个能量的状况。所以如果你们脸色不好看，或者是说有情绪上有什么变化，他其实可以知道这个是不开心，或者是发呆，或者是那种沉闷，那个细致的改变，他其实是知道的。所以这个人非常的特别，他能够不看你的那种外在这个外表的形象，而直接看到你的本身。所以他真的是先喜欢你们的灵魂，然后才看见你们的外貌，这个美貌还是这个很帅的一个样子。他先被你们的灵魂感动了，然后才去正视到说，哦，原来你的外表也是他的菜。你跟他遇到之后啊，你们在能量上，在心情上，绝对能够感应到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特别，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人他是一个理性的分析的人，可是你们这边啊，你们其实不需要用太多的头脑去想说他到底是不是对的人。可能在梦境中，可能在你看影片的过程中，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宇宙就会给你一些讯息，一些提示，让你知道这个人其实就是你直觉上可以去选择的人。你们不要用太多的这种筛选去把它筛掉，因为他真的很容易被人家误会说他是不是一个玩咖爱玩的人，他条件那么好，会不会说跟他结婚之后啊，他会外遇还是怎么样？其实他真的不会。如果你们用一些比较限制性的想法去看他，可能就会把这么好的人筛选掉，就是会把一个很好的缘分推开来。他的个性非常的务实，然后我觉得他在感情中是愿意去承受一些挫折的。可是如果你们一直关着门，或者说你一直用误解他的方式去理解他的话，他其实也会后退，他其实也会难过，他其实也会受伤。那如果你们真的愿意去接纳他，跟你进入一段感情之后，他会很疼爱你，很包容你，很保护你，而且这个保护是稳定向前的能量，它并不是海市蜃楼，它并不是画大饼啊，空口说白话。这个人是有足够的资源实力去给你构筑一个稳定安稳的未来，或者是说跟你一起打拼。他的头脑是聪明的，如果他是女孩子的话，我觉得她非常适合就是有点像是家庭中他是那个幕僚的角色，给你分析一些道理。如果他是男孩子的话，我觉得他在事业上的表现会非常非常非常的不错。他本身的独立性是蛮够的，他很爱你，但是他
不一定很黏，他比较特别的是，他有他的占有欲，但是可能因为工作时间的关系，他也比较忙，可能两个人相处时间不一定有那么多，但是他会用他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你的喜欢，可能是工作空档的一个讯息啊，或者是说每天固定时间的视讯等等的，他其实会让你知道，他是把你们放在心上的。然后这个人还有一个很不错的能量哦，我觉得他可能是出生于还不错的名门望族，或者是说他本身的这个学校啊、公司啊是那种大公司顶流集团的。那另外一种就是他的家族是有一些产业，有一些资源，有一些后盾的，这个可能他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但是他背后是有资源的，他其实不用那么辛苦的打拼，他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这个人他本身在他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他是有追求，他是有理想，而且他也蛮聪明的，所以他是想要去开创出他自己的一番事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哦。好，第一张牌哦，紫藤花哦，紫藤花的能量是一种醉人的爱情，然后依依不舍的思念。他会用他的这个感官来记忆你，有点像是他会去摸你的头发，然后闻你身上的味道，把它记住之后呢，他想要把你揉入他的心房中。这个爱是很迷人的，很沉醉的，对你非常的执着，然后还有一个缠绵的感情，坚定不移的感情。他在这段感情中，他不是一个强势的人，不管他在外是这种大老板、女强人，他回到家里啊，在你们两个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是依你的，他是顺着你的，你们不用担心他会就是对你有多方的牵制。相反的，他跟你相处的时候有非常多这种青春的气息在，就是他用他的童心来跟你相处，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很陶醉的爱，在他的眼中你们非常非常的美好，他非常非常的喜欢你，然后这段感情是一个可以让人去沉醉沉迷于其中的爱情哦，紫藤花的一个恋情，非常美的一个恋情哦。我们第二张牌看到的是这个 cherry 这个樱花哦，樱花的花语代表的是幸福跟纯洁，还有生命。你们两个啊，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会碰在一起，你们本身都有一个善良跟纯洁的一个心啦。他努力的在他的生命中去绽放最美丽的那个灿烂，奉献给你。他是一个想要活得很精彩的人，他也很想要把他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你。所以这个人呢，再一次的看出他是有一个牺牲奉献的精神，他想要给你看到很多的美好。他有一种如果他遭遇什么挫折，基本上他会想能够自己处理就自己处理，他不大想要让你担心跟烦恼，可是他绝对会把他丰硕的成果以及他最美好的那个青春活力啊，或是他的那个外在啊，都呈现在你面前。所以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他是一个不大想要让你担心，只想要让你看到好的那一面，他会分享很多好的能量给你。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这个橙花哦，橙花的能量哦，橙花的能量是一种也是一样有纯洁的能量，而且它还有一种包含了新娘的这个爱情，代表了婚姻的那种纯洁跟真挚哦。在这个欧洲啊，或是东欧地区啊，这个橙花它是新娘的代表花朵，代表那个新娘非常的纯洁跟美丽。那在阿拉伯地区，这个花有那种丰盛跟财富的象征，所以这个橙花啊，我觉得它有非常多再生跟重生的一个讯息。不管你之前过得怎么样，你遇到它之后，基本上你的生命就是一个翻转，就是一个重生。这边还有一个红线把你们牵起来。好，
三组牌中只有你们又抽到这个很厉害的红线，偷偷跟你们说，我觉得你跟他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紧密，非常的深，而且它会让你的人生有一种翻天覆地的一个能量。如果你过去在感情中常常流眼泪的话，这个人绝对不会让你流眼泪，他会非常的呵护你，他会非常的爱你，然后他会把他很甜美、很善良的那一面呈现给你看。你们两个会过得很幸福，这个幸福并不只是一个口号、一个台词，它真的就是你们的日常生活，它就是你们的一日复一日，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细心、体贴跟温暖，而且你们两个在一起哦，也会有这种财富的象征哦。这个人的财富基本上，我觉得是稳定向上的。你们跟他在一起之后啊，如果你们有想要去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或者是说兴趣的话，他也会支持你。我看到的是你们会有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婚礼，在这个婚礼中，新郎跟新郎都笑得很甜，有一种终于在人生中寻寻觅觅找到另外一半的那种喜悦跟心动。我看到你们两个都是有一些经历的人，也是因为经历了这些感情上的波折，你们相遇之后，你们真的非常的珍惜彼此。好，我们接下来啊，再来看一下爱情的神谕卡哦，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呢？好，第一张牌是给你们的讯息哦，他就是在想着你们，然后他正在想你们，然后你的爱让他充满光明，他很爱你，所以这个人其实他对你就是一往情深，你们不用去怀疑他的忠诚哦，他就是下好离手，他不会再改变，他很想你，而且他觉得在这段感情中，其实你们给他的爱，他觉得真的是让他的人生充满了光明跟光亮。很可能在外人看起来哦，你们是不匹配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你高攀了这个人，因为他的条件超级好的。但是其实对这个人来说，并不是这样。他觉得你给他很多东西，那个不是别人可以给的。而且在感情中，这个付出的多少，只有当事人知道。他觉得你们就是他要的人。好，你们其实就是彼此那个遗失的另外一半，就是彼此好像在寻找拼图的最后一块，有了对方之后，这个拼图就可以完整，人生就可以完整了。他看到你之后，他其实很想要紧紧的给你一个拥抱。好，你们在性上啊，非常的和谐，好棒哦。你们透过性的这个结合跟交流啊，其实可以通往对方的灵魂。你们会，它是一个管道，这个管道让你们的能量进行交换，而且交换之后，你会找到一个永恒的一个幸福，一个很纯真、很真实的一个祝福哦。好。你们真的要去在这个当下的这个磁场上，你们真的要去离开一个旧人。这边有说，以及以前曾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不要再浪费一分一秒去看对方的这个社群状态，然后去把它封锁又解锁，不要再浪费你的心力去想他，请你们去迎接这个新的人哦。而且，如果你们愿意去接受这个新的人的话，其实他真的会让你的生命有很多美好，很多你觉得只是可能在梦中去想象的那种情境都会呈现出来。不管你之前在感情中经历了什么，你们都要去相信你可以遇到对的人，你们要去放手，你们要去跟旧的能量说再见，你们要去迎接新的人。所以宇宙又再一次的给你们一个提示哦。好，这个丘比特的箭已经把你们两个射中了，所以很快这个人就要来到你们生命中了。如果有在暧昧中的朋友啊，今年的年底可能有这个下一步进展的机会。那如果没有的话，明年的春天之前，你们可以期待一下这个人。
好，这个人是你们的灵魂伴侣哦。好，灵魂伴侣，其实你们在没有相遇的时候啊，宇宙就已经把你们的能量连接在一起了，而且现在就已经连接在一起了，只是你们在3D 世界中，在物理上还没有实质的触碰到彼此哦，但是它很快就会显化出来，它很快就会实质的出现在你们生命中。你要去相信这件事，不然它显化在你们身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还把它去推开，那真的很可惜。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去珍惜这个人，这个缘分。好，有些朋友啊，你们可能已经听完这个描述，就已经觉得这个人好像是你身边中的某一个人，他已经出现了，他是一个你们秘密的爱慕者，而且他其实对你有很深的情感，比他跟你目前表达的那个交换的那个讯息透露出来的感情还要深哦。所以有些朋友，这个秘密的爱慕者可能会在年底之前展开行动，进一步的去跟你做一些表白。我觉得他应该已经观察你很久了，刚刚说过他是一个比较动作比较慢的，循序渐进的，他也要确定你们现在是不是单身，或者是说你们是不是愿意跟过去的能量断舍离，能不能进入到一段新的关系中，因为他也不想要成为某个人的替代品，或者是说活在某一个人的阴影下。这个秘密的这个爱慕者，有些人真的已经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只等着你们去好像看见他，或者是说愿意跟他展开进一步的交流哦。可能你自己应该